来到这个异世界整整20年，今天就是做个了断的日子，只要杀掉眼前的怪物，一切就都结束了。本以为这一击能彻底搞定，结果火光散去，那个家伙竟然还站着。怪物冷笑着说：“这都没死，真不愧是拯救世界的英雄。你的伙伴们都已经快撑不住了。”李炫熙冷哼一声回对道：“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也没好到哪去。”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对方，怪物咆哮着发动了致命一击，刺眼的强光瞬间炸裂，怪物疯狂咆哮着，威胁要将眼前的男人撕成碎片。他觉得这片土地永远都属于他的利齿和爪子，但李炫熙根本没打算屈服，他顶着毁灭性的冲击，一步步杀到了怪物面前。他死死握住手中的长枪，低声说道：“该结束了，真正的胜负就在接下来的这一击。”这一招他已经等了太久，积攒的所有力量在这一刻彻底爆发。李炫熙没有丝毫犹豫，他要用这一击强行给这场战斗画上句号。这就是传说中的悖论之焰，狂暴的火光瞬间吞噬了一切，连大地都在这股冲击下崩裂。火光散去之后，还能剩下什么？谁也没想到，这两个怪物级别的对手竟然直接开始了最原始的肉搏。怪物每一拳砸下去，地面都会出现一个恐怖的深坑。他想靠蛮力把眼前的男人彻底碾碎，但李炫熙根本没打算后退，他灵活地穿梭在攻击的缝隙中，手中的长枪不断寻找着致命点。就在这火光电石之间，怪物的巨爪已经到了头顶。怪物发出一阵狂笑，嘲讽李炫熙的攻击软绵绵，连给他挠痒痒都不够格。李炫熙冷哼一声：“你说这招太软了，那这一招呢？”他手中的长枪瞬间爆发出烈焰，这股力量足够砍掉你那可笑的傲慢。火光冲天而起，怪物的笑容瞬间僵住了，怪物胸口被彻底贯穿，临死前他还在嘴硬，觉得就算现在倒下，迟早也能靠着大地再次复活。李炫熙冷冷地看着他，直接甩出了一个重磅炸弹：“我再说一遍，我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这句话一出，怪物的脸色彻底变了，他发现引以为傲的再生能力竟然完全失效了。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攻击，而是要把他的存在彻底抹除。这下他是真的踢到铁板了，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李炫熙看着被黑火吞噬的怪物，语气平静的让人发毛。他说：“这火焰烧的可不是肉体，而是你在这个世界的存在。不管你以前能复活多少次，这次都彻底玩完了，因为连你的灵魂和记忆都会被烧成灰烬。”怪物眼看自己要被抹除，临死前还想杀人诛心。他嘲笑李炫熙根本当不成英雄，因为那些所谓的同伴正巴不得他死在这里。可谁也没想到，李炫熙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我知道。”这下轮到怪物傻眼了，既然早就知道会被背叛，他为什么还要拼命到这一步？圣女还在那儿拼命演戏，喊着让李炫熙别信怪物的鬼话。可他不知道，李炫熙早就看穿了那副虚伪的面孔，所谓的爱慕全是陷阱，就是为了在利用完他之后让他心软，好方便他们背后捅刀子。李炫熙转过头，把剩下的遮羞布也全撕了。那个满口正义的骑士早就收了皇帝的国宝，定好了取他性命的价码。还有那个道貌岸然的法师，背地里搞人体实验，早就恨不得把他这个绊脚石除掉。这哪是什么勇者小队，分明是一群等着分赃的恶狼。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这脸算是彻底撕破了。李炫熙语气平静的可怕，他说这5年来，他每天都清楚的知道，只要怪物一死，那些同伴就会立刻对他下手。怪物听完彻底懵了，他咆哮着问李炫熙：“既然你拥有能杀掉我的力量，为什么不干脆毁了这个背叛你的世界？”李炫熙沉默了片刻，给出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答案：“我没那么做，是因为我想回家。”怪物到死都无法理解，这个杀神一样的男人，执念竟然如此简单。画面一转，回到了20年前，那时候的李炫熙还只是地球上一个普通的社畜，每天过着朝9晚5的生活。直到那个自称女神的人出现，强行把他拽到了这个鬼地方，还给了他一个救世主的虚名。这种平凡人穿越变强的故事，听起来确实很热血。可谁又问过他，到底想不想要这种人生？可等李炫熙真的到了异世界，才发现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天堂，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到处都是惨叫和绝望。他想尽一切办法想回地球，结果发现只有一条路能走，那就是杀光所有怪物，拯救这个烂透了的世界。整整20年，他把自己练成了杀戮机器。就在他救下一个孩子，想带回村子治疗的时候，却被守卫拦在了门外。那些人看着快死的小孩，不仅没有半点同情，反而嘲笑李炫熙在浪费药水，觉得这种累赘就该扔在外面等死。这个世界的人心比怪物还要冷血残酷，但对李炫熙来说，最让他头疼的麻烦，现在才真正找上门来。这里的医疗水平简直让人绝望，仅仅是因为一点伤口感染，医生就拿着锯子要给孩子截肢，因为所有的治愈法师都去前线了，根本没人管这些平民的死活。但更让李炫熙感到恐怖的是，这群自称神职人员的疯子，他们不仅不救人，还盯着李炫熙救回来的孩子，非说这孩子被恶魔附身了。修女一脸诡异的笑着说：“反正火刑架上已经绑了几个，顺便把这孩子也一起烧了驱魔，甚至还拿神灵的意志来威胁李炫熙，让他少管闲事。”在这个毫无尊严和人权的世界，善良反而成了一种罪过。李炫熙看着眼前这群恶心的家伙，心里的怒火已经快压不住了。整整20年，他一直在忍受这种荒唐的逻辑，但现在他已经不想再忍了。李炫熙对着天空发出了咆哮，他已经彻底杀穿了这个世界，完成了那个该死的任务。现在他只想让那个高高在上的神立刻履行当初的诺言，
就在这时，天空中金光大作，那个自称女神的女人终于现身了。她带着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称赞李炫熙是个了不起的英雄，说他为了拯救世界付出了太多。李炫熙根本不想听这些废话，他指着女神一字一句地质问：“你应该还没忘记那个约定吧？只要怪物一死，你就必须保全我所有的记忆和灵魂，然后把我送回地球。”这是他撑过这20年的唯一动力，也是他应得的报酬。可女神接下来的反应却让整个局面变得诡异起来。女神还在试图动摇李炫熙，她说：“你现在已经拥有了威胁神的力量，如果就这么回地球，你这20年拼死换来的英雄成就，可就全都化为乌有了。”李炫熙听完，直接冷笑出声，他让女神别再演戏了，自己要是真的留下来，恐怕最睡不着觉的就是这位神。毕竟这个世界已经不需要他这种比怪物还强的存在了。女神最后一次问他：“你真的不会后悔吗？”李炫熙没有半点犹豫，他说自己从头到尾想要的只有一件，那就是回到那个熟悉的家。除此之外，这里的一切他都不稀罕。他当着女神的面，直接扔掉了那柄杀敌无数的长枪。这一摔，代表他彻底放弃了异世界的权利和地位。女神沉默了片刻，终于吐出了那句她等了20年的话：“那好吧，这个鬼地方，她终于可以离开了。”看着这双满是伤痕和鲜血的手，李炫熙知道这20年的噩梦终于要结束了。传送的光芒将他彻底笼罩，回家的路就在眼前。可就在这时，女神却告诉了他一个残酷的真相：他在地球的肉体早就已经毁灭了，想要回去，就只能把灵魂塞进一个新的容器里。李炫熙愣了一下，问：“我要进入谁的身体？”女神的语气变得有些复杂，她说：“那个身体的命运极其悲惨，注定会迎来一个凄凉的结局。但如果是你的话，或许能在那样的绝境中活下来。”听到这里，李炫熙反而释然了，只要能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家，哪怕是借尸还魂，哪怕是地狱开局，他也绝对不会回头。不管接下来的命运有多坎坷，他都认了。意识再次苏醒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没有硝烟，也没有永无止境的厮杀。李炫熙知道，他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地球。时间是2025年，现在的他不再是那个满身伤痕的勇者，而是借用了一个叫柳灿硕的普通人的身体。虽然是借尸还魂，但这种脚踏实地的感觉，比在异世界当英雄要强上10000倍。他坐在床边，低声咒骂那帮异世界的混蛋和叛徒，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了。现在的他只想作为一个普通人活下去。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墙上的镜子，他慢慢走过去，看着镜子里那张年轻且陌生的脸。从这一刻起，李炫熙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拥有勇者灵魂的柳灿硕，属于他的新人生现在才真正开始。看着镜子里这张年轻的脸，柳灿硕终于敢确定，他真的回到了地球，回到了这个文明世界。他冲进洗手间，拧开水龙头，看着清澈的水流哗哗流下，他兴奋的大喊：“这才是真正的魔法！那些异世界的法师全都弱爆了，这种没被污染的干净水源，他在那个鬼地方想都不敢想。”接着他按响了打火机，看着那团跳动的火苗，他笑得像个孩子，再也不用去砍柴生火了。现代科技对异世界简直是降维打击。就在这时，一股熟悉的香味钻进鼻孔，他颤抖着打开桌上的纸盒，整个人都愣住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炸鸡？他死死盯着那块金黄酥脆的肉，在异世界受了20年的苦，这一口下去，所有的委屈都值了。这一口炸鸡下去，柳灿硕整个人都哽咽了。这才是人吃的食物，这种平凡到极点的味道。他在那个鬼地方整整想了20年。他看着窗外繁华的夜景，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终于能像个普通人一样活下去了。可当他看清现在的年份时，却猛地愣住了。2025年。原来异世界的时间和地球是同步流逝的，他在那边拼命了20年，地球也同样过去了20年。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看着远处通天的光柱和钢铁森林，他很清楚，现在的地球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但那又怎么样呢？就算适应新世界再难，也绝对不会比那个地狱更恐怖了。这一回，他一定要为自己活一次，不用等待就有热水，一按开关就有冷气。这种现代文明的生活简直太舒坦了。柳灿硕站在窗前，看着阔别已久的蓝天，这才是人待的地方。那个鬼地方，他再也不想回去了。现在是2025年，该先干点什么好呢？要不先打2把游戏庆祝一下？可他做梦都没想到，就在他计划未来的时候，那个世界的噩梦竟然已经追到了身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柳灿硕还没从刚才的袭击中回过神，公寓的广播就响了，说是小区里出现了什么侵蚀裂缝，让所有人赶紧去避难。这下全乱套了。本以为回到了安全的地球，结果这里竟然也成了战场。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怪物，他终于意识到，平静的生活已经彻底结束了。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柳灿硕在楼梯间拼命狂奔，身后的怪物像疯了一样紧追不舍。他怎么也想不通，好端端的地球怎么会变成这副鬼样子？趁着一个空档，他翻身跳出窗外，总算把那群难缠的家伙甩掉了。还没等他松口气，走廊尽头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那是个拿着木棍的少年。在这种怪物横行的地方，竟然还有孩子能活下来。柳灿硕本想让这孩子赶紧去避难，结果对方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问怪物跑哪去了，还一脸淡定地说要去干掉他。这下轮到柳灿硕懵了，这孩子怕不是疯了吧？可接下来的话更让他怀疑人生。原来地球变成这副鬼样子，竟然已经整整13年了。看着少年那覆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柳灿硕也没法丢下他不管，只能硬着头皮跟在后面。看来这个所谓的侵蚀裂缝比他想象的还要诡异，没人知道这些怪物下一秒会从哪里钻出来。这玩笑开大了吧？
柳灿硕拼了命才从那个地狱回来，结果发现地球也变成了这富鬼样子。他现在只想找那个女神算账。为了不让眼前的少年起疑心，他随口胡诌说自己刚从美国回来，结果这孩子竟然信了，还兴奋地安利起自己的偶像。原来现在地球上已经有了专门对付怪物的猎人，尤其是那个叫李诗恩的女人，拿着把大剑就能跟怪物硬碰硬。柳灿硕看着画面里的战斗，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普通人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这和他之前待的那个世界简直一模一样。这孩子话还没说完，柳灿硕突然脸色一变，一把捂住他的嘴，带着他迅速闪进墙角阴影里。这下麻烦找上门了。走廊里全是那种笑脸怪物，明面上看着有5只，但柳灿硕一眼就扫到了，暗处还藏着一个阴险的家伙，一共6只。虽然这具身体的素质还算凑合，他也习惯了以一敌多，但带着个拖油瓶，想全身而退可没那么简单。看着眼前这孩子被吓得够呛，柳灿硕心里也犯嘀咕：刚才那股要杀怪物的狠劲儿去哪了？没见趁手的武器，想带着他硬闯确实有点难。可就在这时，他察觉到空气中有些不对劲，这股流动的感觉竟然是他在那个世界最熟悉的法力。既然这地方有法力，那事情就好办多了。柳灿硕眼神一冷，在怪物扑上来的瞬间果断出手。虽然他苦修20年的功力没了，但只要有这些能量在，这群杂碎就别想活着离开。看来这刻在灵魂里的招式还没随着转生消失。虽然这蓝色的火焰威力比以前差了一大截，但对付这几只杂碎已经绰绰有余了。刚才还吓得发抖的少年，这下彻底成了小迷弟。原来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地球被叫做专属技能。柳灿硕一边应付着孩子的崇拜，一边在心里默默收集情报。可这孩子还没兴奋2秒，突然想起视频里教的，非要跑过去确认怪物死透没。柳灿硕还没来得及拦住他，一股更危险的气息已经悄悄锁定了这里。这孩子真是看视频看傻了，满脑子都是什么补刀教学，结果怪物根本没死透，猛地一下窜出来，他差点就成了人家的点心。好在柳灿硕反应够快，一个闪身挡在前面，直接徒手捏爆了怪物的脑袋，这动作干脆利落，看得人头皮发麻。柳灿硕无奈地叹了口气：小鬼，我不知道你说的油管是什么，但那种误人子弟的视频，你以后还是少看点吧。看着瘫在地上发愣的少年，柳灿硕指了指他手里的木棍：借我用一下。真正的战斗现在才要开始。允成颤抖着递过木棍，就在柳灿硕接手的瞬间，整个人的气场彻底变了。如果说刚才他还在试探，那现在他就是这片战场的死神。面对四面八方扑过来的怪物，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这根普通的木棍在他手里划出了一道死神般的弧线，所到之处，那些怪物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这哪是在打架，简直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动作快到肉眼根本跟不上，只能看到残影在怪物群中穿梭。旁边的允成直接看傻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根平时用来防身的破木棍，竟然能发挥出这种毁天灭地的威力。大叔，你难道是那种隐藏实力的猎人吗？听着少年兴奋的追问，柳灿硕看着满地的血迹，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本以为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地球，终于能过上几天安稳日子，谁能想到现在的地球竟然也变成了这富贵样子，跟那个地狱般的世界根本没什么两样。他无奈地叹了口气，带着少年走向人群。既然躲不掉，那就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为了缓解这压抑的气氛，他随口吐槽了一句：现在的孩子是不是都这么没礼貌？结果允成立马不服气地反驳：大叔，叫我们小鬼也太过分了吧。允成听到这声焦急的呼喊，少年一头扎进母亲怀里，看着眼前这位穿着名牌西装、戴着昂贵耳环的女人，柳灿硕这才反应过来，合着自己救下的竟然是个身价不菲的富家小少爷。还没等他细想，脚下的地面突然剧烈颤抖起来，紧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彻底粉碎了避难所短暂的安宁。谁也没想到，那堵看似坚固的防御墙，在怪物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一只巨大的黑色拳头直接砸穿墙壁，避难所的外墙彻底崩塌了。怪物的咆哮声和惨叫声混在一起，所有人都在疯狂逃命，这地方已经变成了人间炼狱。大叔快跑啊！面对允成焦急的催促，柳灿硕却像丢了魂一样站在原地。他看着自己满是伤痕的手掌，心里的委屈和愤怒终于到了临界点。他拼了命从那个地狱杀回来，不求大富大贵，只是想回到那个熟悉的家。难道连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望，老天爷都不打算成全吗？既然这个世界不让他安生，那他也懒得再躲了。他缓缓抬起头，语气冷得让人发毛：喂，小鬼，你家里那么有钱，干嘛非要遭这份罪当猎人？柳灿硕看着眼前的少年，实在不理解他为什么不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非要在这儿跟怪物拼命。我爸就是死在怪物手里的。允成低着头，语气里透着一股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重。他说，当初以为躲进地堡就安全了，结果裂缝直接在家里炸开。从那天起，他就明白，这地球上根本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虽然我现在还很弱，虽然我也会害怕，但我一定要成为最强的猎人。我要杀光所有怪物，拯救这个世界。看着少年在怪物面前大声喊出梦想，柳灿硕愣了一下，原本冰冷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他没有嘲笑少年的天真，反而露出了久违的微笑。不，你一定能成为最了不起的猎人。允成，够了！母亲死死拽住儿子的胳膊，拼了命地想把他拉离这片死地，可少年却还在回头挣扎，因为那个救了他的大叔正一个人走向那只恐怖的怪物。就在这时，柳灿硕停下了脚步，他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话：拯救世界这种事，你现在还做不到，
还没等允成反应过来，一股狂暴的能量瞬间炸裂，柳灿硕的背影在光芒中变得无比高大。因为拯救世界这种麻烦事，由我来做就行了。看着那个独自迎向怪物的背影，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柳灿硕微微侧过头，脸上没有一丝面对怪物的恐惧。他轻声说道：“拯救世界这种活儿，还是得交给像我这样有经验的人才行。在异世界砍了20年怪，好不容易才杀回地球，结果刚回来就遇上了要命的裂缝。他现在只想窝在家里打游戏。”他盯着屏幕嘟囔着：“赢了，真没意思。曾经拯救过世界又怎样？现在的他只想彻底烂在椅子里。当初口口声声说要拯救世界，结果一回到地球就被外卖和游戏彻底腐蚀了。”柳灿硕现在觉得拯救世界这种累活还是交给别的猎人去干吧。他正打算点个外卖，结果低头一看手机，整个人都傻了，遣散费居然全花光了，余额只剩3000多块。这具身体的原主本来是个物流公司的打工人，结果公司因为裂缝爆发倒闭了，现在钱没了，工作也找不着，到处都在闹灾荒，根本没人招工。堂堂一世界英雄，居然要被生活费给逼死了。他瘫在椅子上发愁，没钱没工作，接下来的日子到底该怎么混下去？既然没钱吃饭，那就只能重操旧业了。柳灿硕盯着手机上的招募信息，自嘲地笑了笑。论打怪，这世上恐怕没人比他更有经验。他来到猎人协会门口，发现这里早就挤满了人，到处都是做着英雄梦的年轻人，甚至有人觉得只要随便露两手就能通过测试。看着这群自我感觉良好的家伙，他心里只有一句话：全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小杂鱼。看来今天的选拔注定不会太无聊了。现场突然炸开了锅，谁也没想到世界排名第10的大佬李世恩竟然会出现在这种小地方。人群里全是惊呼声，这位可是顶级公会的王牌，平时连见一面都难，今天居然亲自跑来挖人。大家都在猜，到底是哪个天才能惊动这种级别的大人物。车内，李世恩正盯着屏幕上的资料，那是新人尚雅的信息，觉醒能力是操控电流。旁边的助手还在开玩笑说这小姑娘顶多能充个电。李世恩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她是猎人，不是发电机。”看来这趟选拔真正的目标已经出现了。虽然尚雅的名气不小，但在这些老牌猎人眼里，天才和强者完全是两码事。旁边的红发男更是直言不讳，在学院里表现再好，到了腐蚀裂缝的实战中，多的是被吓破胆的怂包。毕竟模拟训练和玩命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一边说着，一边还随手分起了糖果，显然没把这场选拔太当回事。李世恩虽然觉得麻烦，但既然任务已经派下来了，他也只能耐着性子看下去。随着裁判宣布第一场比赛开始，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中心。李世恩在心里默默说了句：“那就让我看看你到底值不值得我亲自出手。”解说员的声音响彻全场，语气里全是不可思议，因为接下来登场的这位选手竟然连猎人学院都没上过，只是个彻头彻尾的普通平民。这种事在选拔赛上简直前所未有，所有人都在台下议论纷纷，觉得这家伙是不是疯了？一个普通人到底哪来的胆量站上这个舞台？在一片质疑声中，柳灿硕穿着一身运动服走上赛场，听着解说员大喊自己的名字，他却觉得有些别扭，毕竟这个新身份他还没完全适应。随着裁判宣布比赛规则，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严禁使用自带武器，更不能造成致命伤，但这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他盯着眼前的对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既然决定重新开始，那第一步就是先拯救这个注定要毁灭的世界。金发男一边活动筋骨，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为了以后能吃香的喝辣的，这场比赛他必须拿个好名次。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打响。这家伙动作极快，挥舞着武器直接冲了上去。看到柳灿硕站在原地没动，他笑得更加狂妄了。在他眼里，对手只是个连魔力都没有的废物。他一边加速一边叫嚣，说能输给他这种天才，简直是柳灿硕这辈子的荣幸。可他根本没注意到，面对这来势汹汹的一击，柳灿硕的眼神平静得让人害怕。金发男这一枪势头极猛，枪尖还带着熊熊燃烧的火焰。他一边进攻一边狂笑，吹嘘自己可是学院里的不败枪王。可就在长矛刺中的那一刻，他整个人都傻了，眼前哪还有什么对手？这一枪竟然刺了个空。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柳灿硕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绕到了他的死角，这一句枪法太烂，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柳灿硕根本没打算给他机会，直接近身一记重击。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枪王，这下彻底成了笑话。谁能想到战斗结束的这么快？柳灿硕这一记上勾拳，直接把那个所谓的枪王打得当场断了气势，整个人直挺挺的倒了下去。看着到地不起的对手，柳灿硕自己都愣住了。他原本还担心用武器会把人打残，所以才特意空手上的，结果对方竟然连一拳都扛不住。现在的猎人平均水准难道都已经低到这种程度了吗？就在这时，场边的李世恩也看呆了，这家伙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怪物？他翻看着资料，这个强得离谱的男人以前竟然只是个在物流公司打工的，而且体内几乎感觉不到任何魔力。随从觉得这根本不科学，想要爆发刚才那种力量，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磨砺积累才行。刚才那一拳纯粹是运气好。李世恩听得心烦，直接塞了一颗糖过去，让他闭嘴。在别人眼里，这可能是运气，但在他看来，柳灿硕不是没有魔力，而是他在刻意控制，甚至是在故意不积攒魔力。这种操作简直闻所未闻。此时赛场上的柳灿硕正活动着脖子，他觉得这种程度的试探太麻烦了。为了尽快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决定不再保留，要用最干脆的方式彻底终结比赛。
看着一步步逼近的柳灿硕，倒在地上的金发男彻底崩溃了。这个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柳灿硕居高临下的看着对手，他说：“别担心，这一下死不了人。”还没等金发男反应过来，重拳已经狠狠砸下，伴随着一声闷响，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对手，这下彻底没了动静。随着广播宣布柳灿硕获胜，整个看台瞬间炸开了锅。谁敢相信，一个在物流公司打工的普通人，竟然能把学院精英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场边的评委们交头接耳，都在怀疑是不是系统出了错。这种恐怖的爆发力，根本不是普通猎人能拥有的。而此时的李世恩正死死盯着台上的那个男人，他的眼神里充满了警觉，因为他很清楚，这个叫柳灿硕的家伙绝对不是什么走运的打工人。趁着其他人还在犹豫，李世恩已经坐不住了，他太想看看这个男人到底还藏着多少真本事。身边的随从还没反应过来，问他急着要去哪，李世恩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我要去见协会会长。”而此时的赛场上，柳灿硕正陷入一种莫名的空虚。对他来说，眼前的战斗简直就像是在割草，对手一个接一个倒下，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太弱了。柳灿硕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所谓的猎人学院，平时到底都在叫些什么垃圾玩意？难道这学院里就真的没有一个像样点的对手吗？就在这时，全场爆发出一阵惊呼。作为今天的压轴戏，最后一位候选人尚雅终于登场了。光是那股凌厉的气场，就让台下的观众看直了眼。柳灿硕终于提起了点兴趣，这个叫尚雅的女人，确实是今天遇到的对手里魔力最强的一个。可还没等他开口，尚雅就先一步开启了嘲讽模式，说他体内空空如也，能走到这一步全凭运气，但好运到此为止了。听到这种挑衅，柳灿硕觉得有点想笑，这种老掉牙的开场白，难道也是学院统一教的吗？尚雅缓缓握住刀柄，语气里满是不屑。他说：“看你只会用拳头乱挥，估计连个像样的技能都没有吧？但这不代表我会对你手下留情。”柳灿硕听完尴尬的笑了笑，随口回了一句：“谢谢啊。”但他心里想的却是：技能我当然有，只是怕一出手就把你给打坏了。随着裁判一声令下，这下好戏正式开场了。尚雅整个人化作一道雷光，拔刀的速度快到肉眼根本跟不上。这一击显然是奔着结束战斗去的。可就在刀锋即将命中的瞬间，柳灿硕不仅没有躲闪，反而精准的捕捉到了攻击轨迹。这一下，轮到原本自信满满的尚雅愣住了。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男人，竟然能跟上他的雷电速度。尚雅那道快如闪电的斩击，竟然被柳灿硕一个后空翻，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躲开了。台下的观众全看傻了，尚雅更是满脸的不敢置信，他这招可是利用磁力加速，把刀刃变成了恐怖的电磁炮，普通人根本连看都看不清。可柳灿硕不仅躲开了，甚至还在半空中就把他招式的原理看透了。他说尚雅的技能确实很出色，但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光想着怎么把刀拔快，却完全忽略了进攻的时机。这番话一出，尚雅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他引以为傲的速度，在柳灿硕眼里似乎成了最大的破绽。柳灿硕一眼就看穿了，尚雅是在空气中铺设了磁力轨道，虽然这能让拔刀速度达到极致，但在他眼里，这种攻击路径简直比直线还简单。他忍不住开启了毒蛇模式，说不管这招威力有多大，只要是个正常人，谁会傻到去接一个路径这么明显的攻击啊？这句话彻底把尚雅给点燃了，他呵斥柳灿硕别太嚣张，就算不用刚才那招，他照样能把这个狂妄的家伙拿下。紧接着，狂暴的绿色雷电瞬间席卷全场，尚雅发疯似的挥刀猛砍，可柳灿硕就像是在自家后花园散步，一边轻松躲闪，一边继续扎心。他反问尚雅是不是脑子不好使，连刚才最快的一击都碰不到他，现在这种乱挥乱砍，难道还指望能打中吗？这下尚雅是真的要气疯了。尚雅这下是真的打红了眼，为了赢，他竟然开始强行透支魔力，整片赛场都被狂暴的雷电吞没。柳灿硕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再这么折腾下去，尚雅的身体非要彻底垮掉不可。就在雷光最刺眼的瞬间，柳灿硕的身影鬼魅般穿过电网，等尚雅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贴到了跟前，语气轻松的让人害怕。他说刚才那招确实挺帅的，但到此为止吧。紧接着他反手扣住尚雅，贴在他耳边低声补了一句，要是觉得疼就举起你的左手。这一下尚雅整个人都僵住了，在绝对的力量压制面前，他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了。柳灿硕这下是真的没打算留情，话音刚落，他的拳头就跟雨点一样劈头盖脸的砸向了尚雅，每一拳都精准的避开了要害，却又让他疼得根本无法反抗。这已经不是在切磋了，简直就是单方面的降维打击。柳灿硕的动作快到重叠，最后一记重拳直接把尚雅整个人轰飞了出去。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尚雅重重的撞在地上。谁也没想到，刚才还不可一世的 KY 集团大小姐，在柳灿硕面前竟然连3分钟都没撑过去。这下全场都傻眼了，学院排名第1的天才少女尚雅，竟然会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直接打到怀疑人生。观众席上全是倒吸凉气的声音，大家都在交头接耳，打听这个叫柳灿硕的怪物到底是打哪冒出来的。柳灿硕倒是表现得很淡定，他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在心里复盘，觉得尚雅虽然招式华丽，但显然是太依赖魔力了，身体素质脆得像张纸。就在他以为战斗已经结束，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微弱的动静，他有些意外的回头看了一眼，没想到尚雅竟然真的乖乖听话，颤巍巍的举起了左手。曾经不可一世的天才少女，在他面前算是彻底没了脾气。
柳灿硕正打算收工走人，谁知道就在这时候，场边的广播突然响了起来，主持人扯着嗓子大喊说比赛日程临时有变，让胜者柳灿硕先别走。柳灿硕听得一头雾水，明明已经打完了，怎么还要让他原地待命？主持人宣布，为了增加比赛的看点，柳灿硕接下来要面对的不再是同级别的学生，而是一位真正的现役猎人。这下事情可闹大了，现役猎人和学生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这排场可真够大的。协会会长竟然亲自特批，专门为柳灿硕安排了这场加赛，全场观众的胃口都被吊了起来，都在等着看接下来的重头戏。柳灿硕看着大屏幕上的对手信息，心里已经猜到了7、8分，看来是有人等不及了，非要整出这么个特别环节来摸摸他的底细。就在这时，一把巨大的扩建重重砸在地上，火星四溅，一个冷峻的身影出现在赛场中央，正是顶级猎人李世恩。他盯着柳灿硕，语气里没有半点客气，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不是本人，还说这种不请自来的方式是唯一能验他成色的办法。李世恩单手拎着那把夸张的扩建，当众报出了自己的名号。他笑着看向柳灿硕，说之前的对手都太弱了，根本配不上他的实力，干脆两人现在就练练。虽然他嘴上说着可以拒绝，但那副志在必得的样子显然没打算给柳灿硕留退路。柳灿硕心里很清楚，站在眼前的这个女人可是世界排名第10的狠角色，光是那份从容不迫的气场就足以证明她绝不是在虚张声势。以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这一仗恐怕会打得异常艰难。但是柳灿硕的字典里就没撤退这2个字，他直视着李世恩的眼睛，既然要打，那就别浪费时间，现在就开始吧。李世恩表现得非常轻松，他说自己刚才根本没怎么出力，甚至已经看穿了柳灿硕的底牌。看着旁边被抬走的上雅，柳灿硕心里很清楚，这场战斗的危险程度远超想象，但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既然早晚都要对上这些顶级猎人，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他握紧手中的长矛，重重地往地上一戳，眼神里透出一股前所未有的狠劲。他笑着看向李世恩，语气里充满了挑衅，那就让他看看这位世界前10的顶级高手到底能不能帮他把身价再往上提一提。全场观众都看傻了，谁也没想到这场对决刚开始就直接进入了白热化。李世恩这一剑抡下来，力道简直离谱。柳灿硕虽然勉强挡住，但整个人都被震得发麻。这女人的力量到底是怎么回事？完全不像是一个量级的，这种硬碰硬的打法对他来说太吃亏了。还没等他缓过劲来，对方的攻势又到了，这一招接一招的重压，直接把他逼到了擂台边缘。现在的局势已经很明显了，柳灿硕的速度越来越慢，虽然能看清对方的破绽，但身体已经完全跟不上反应。李世恩笑着调侃道，本来还想好好热个身，结果你这么快就不行了，能撑过30分钟确实不容易。他往前迈了一步，语气变得冰冷，既然这样，那就送你个痛快吧。巨大的扩建带着破空声砸下，柳灿硕想要反击，却发现体内的魔力已经彻底空了，这下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本来不想这么早动手的，但现在这局面，如果不拿出压箱底的招数，恐怕真的要交代在这了。就在扩建落下的那一刻，柳灿硕终于不再保留悖论之焰，一股诡异的黑色能量瞬间炸开。这一击明是在必得，李世恩却感觉自己劈空了。烟尘散去之后，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愣住。眼前的男人完全变了样，身上缠绕着不祥的黑火。李世恩忍不住问了一句：“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柳灿硕没有废话，只是冷冷地重复了那个名字。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这可是他回地球前的老本行，也是他最信任的力量。这种黑火跟普通的火焰完全不同，它不烧物质，甚至连衣服都不会烧焦。它燃烧的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概念，只要被它设定成燃料，什么都能烧得干干净净。李世恩还没反应过来，就发现对方的速度快得离谱，他忍不住问了一句：“你怎么突然变快了？”答案很简单，他现在燃烧的概念就是疲劳，把全身的泪和痛泉当成柴火烧了。柳灿硕瞬间恢复到了巅峰状态，李世恩这下彻底懵了，这男人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全恢复了。两人在场上打得火花四溅，李世恩却突然发现不对劲，周围的魔力浓度忽高忽低，这完全不符合常理。竞技场的设置并没有改变，难道是眼前这个男人在搞什么鬼？真相确实如此，普通的火燃烧物质会产生热量，而悖论之焰燃烧抽象概念会产生庞大的魔力。他先用魔力点燃黑火，黑火再去燃烧体内的疲劳，而燃烧疲劳产生的魔力又会反过来滋养黑火，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永动机。只要他还有疲劳感，魔力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换句话说，他最擅长的就是这种不讲道理的持久战。李世恩已经快要失去耐心了，他看着眼前这个男人问：“你到底打算这样耗到什么时候？”在他眼里，柳灿硕现在的打法简直就像个抱住大腿死活不撒手的无赖，局面彻底变成了一场消耗战，看谁先撑不住，看谁的底气先耗光。柳灿硕却像个没事人一样，笑着对他说：“我还能继续打下去，你呢？”他甚至还故意调侃了一句：“你该不会刚好喜欢这种死缠烂打的男人吧？”李世恩咬着牙回了一句：“不，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硬骨头。”就像木头烧完只剩灰烬一样，悖论之焰也有它的极限，一旦所有的燃料都被烧光，这股力量就会彻底消失。整整4个多小时，柳灿硕终于到了极限，他瘫在地上动弹不得。李世恩扛着扩建问他还能不能继续，柳灿硕只能无奈的求饶：“别打了，我认输。”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这场漫长的拉锯战终于结束，李世恩拿下了最后的胜利。
就在这时，尚雅突然走了过来，他递出一颗棒棒糖，笑着说辛苦了。名片后面赫然写着他的身份 ，Janabi 工会的合伙人。尚雅留下了一句话，让他之后记得联系，随后便转身离开。随着广播里传来的领奖通知，这场猎人选拔赛总算落幕了。柳灿硕也正式拿到了他的奖励。他看着手里这台特制的手机，现在的猎人执照竟然全是电子版，不仅能接任务，甚至还能直接买卖怪物材料。这手机简直就是个百宝箱，只要是猎人需要的，里面竟然全都有。就在他感叹科技发达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粗犷的声音：“柳灿硕是吧？”他回过头，一个身材极其魁梧的大块头正居高临下的盯着他。对方笑着说：“你本人看起来可比电视上要顺眼多了。”这家伙站起来简直像座山，身高起码超过了2米。柳灿硕忍不住问他到底是谁，对方直接递过来一张名片，原来他叫庆贤，是太白工会的合伙猎人。庆贤说话非常直接，他想挖柳灿硕进自己的团队，还承诺只要跟着他干，以后绝对能出人头地。柳灿硕能感觉到这个大块头并没有撒谎，但他现在非常纠结，毕竟尚雅之前已经先找过他了，这种两难的局面让他只能先找个借口推脱一下。庆贤听完哈哈大笑，他拍了拍柳灿硕的肩膀说：“没指望你现在就答应，不过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庆贤突然凑到他耳边，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胁：“你最好给我考虑清楚了。”说完这句话，他才大笑着转身离开，只留下柳灿硕一个人在原地。虽然对方开出的条件很诱人，但柳灿硕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太白工会他是绝对不会去的。他随即拨通了李世恩的电话，想问问这位顶级高手接下来到底有什么安排。李世恩给了一个奇怪的地址，让他去猎人协会2楼的一家叫小屋的餐厅见面。柳灿硕本来还以为这种地方会是什么秘密据点，结果一进门就被热情的店员给整懵了。这画风转得也太快了。李世恩约他来这种地方，到底是要干什么？李世恩早就等在那了，他笑着招呼柳灿硕坐下，看起来心情还不错。柳灿硕随口吐槽了一句：“这咖啡馆的名字挺特别。”李世恩听出了他话里有话，问他是不是刚才遇到了什么事。柳灿硕也没隐瞒，说刚才有个大块头想挖他进工会，那压迫感确实不是盖的。李世恩一听就猜到了，那是太白工会的庆贤。既然这位大佬都亲自出马了，别的工会确实没胆量再来抢人。柳灿硕顺着话茬反问：“那你们 Janabi 工会呢？是不是也因为他才不敢开口？”结果李世恩头都没抬，一边吃着甜点，一边冷淡的回答：“你想多了，我压根就没打算招募你。”这句话直接把柳灿硕给整不会了。既然不是为了招人，那今天特意约他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李世恩放下一个重磅炸弹，他建议柳灿硕干脆别挂靠工会，直接去当个自由猎人。柳灿硕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毕竟在这个世界，不加入工会简直难以想象。李世恩冷笑着揭穿了真相，他说：“庆贤那帮人顶多也就想给你个初级职位，把你当成廉价劳动力使唤。”看着柳灿硕一脸茫然，李世恩开始科普工会的潜规则。猎人其实分3个等级：初级、高级和合伙人。说白了，前2个等级就是拿死工资的打工人，只有混到合伙人的位置，才能真正参与工会的利润分红。柳灿硕听完忍不住感叹：“这哪是什么猎人工会，这不就是披着超能力外壳的律师事务所吗？”李世恩点了点头：“没错，最初建立工会的那帮人就是照着这个模板来收割利益的。”李世恩接着给他支招，说想要成为工会的合伙人，其实没必要从底层慢慢爬。柳灿硕这下听明白了，只要自己能打出名堂，做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些工会自然会求着他加入。李世恩笑着点了点头，顺手又塞给他一颗糖，这让柳灿硕有点纳闷，这女人怎么老是给自己喂糖吃？但他很快又冷静了下来，自己现在没背景也没经验，就算想单干，恐怕连个像样的委托都接不到。就在这时，李世恩突然收起了笑脸，语气变得非常认真。他说这件事包在他身上，而且分文不收。柳灿硕这下彻底懵了，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怎么偏偏砸到了自己头上？这个女人到底在图什么？李世恩倒是挺坦诚，他说现在帮这个忙，就是想让柳灿硕以后出名了，能记得 Janabi 工会这份人情。柳灿硕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帮忙，这分明是想让他欠个大人情。李世恩也没废话，直接推过来一份文件，接不接全看他自己。这是仁川市发来的委托，2年前那里出现过腐蚀区，现在需要有人去桥头岛巡逻，清理掉那些新冒出来的裂缝。柳灿硕仔细看了看报酬，1个月后出发，定金500万，事成之后再给1500万。李世恩在一旁泼冷水，说这会儿随时可能丢了命，报酬确实给的不算高。看着柳灿硕犹豫的样子，他最后补了一刀，觉得不公平就赶紧变强，等你真正出名了，钱自然会主动塞满你的口袋。面对李世恩给出的选择，柳灿硕沉默片刻，终于准备给出他的答案。镜头一转，李世恩已经坐在了豪车后座，正向电话那头的幕后老板汇报关于柳灿硕的一切。他说这小子简直是个异类，明明只是个平民，却能赤手空拳打穿了必须使用武器的选拔赛。电话那头的人只回了句不坏，李世恩却立刻反驳，说不坏这个词根本不合适，因为这小子在他面前整整撑了4个小时。老板显然不信，觉得是李世恩故意放水了，毕竟他可是有10年经验的顶级猎人，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狠角色。李世恩看着窗外，语气变得异常严肃。他说按照正常的实力差距，自己本该随便拿捏那个新人，可结果呢？整整4个小时，他甚至觉得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第2个像柳灿硕这样的怪物了。
画面一转，任务地点已经切换到了仁川的桥筒岛。虽然李世恩极力推荐，但老板心里还是打鼓，毕竟这次任务指明要老手。柳灿硕一个新人，真的能跟上那些资深猎人的节奏吗？李世恩倒是淡定的很，他说既然老板担心，那他就给这小子找了一个绝对靠谱的搭档。尚雅就这样正式登场了，有这位顶级高手坐镇，老板总算松了口。既然李世恩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那就按他的意思办。不过老板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如果柳灿硕这小子以后真的成长到了李世恩这个级别，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李世恩沉默了一下，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评价。他说，如果柳灿硕真的到了那个高度，恐怕到时候连他自己都没资格跟这小子相提并论了。李世恩的话还没说完，他对着电话那头一字一句的补充道，老板，真到了那个时候，恐怕连你也不会是他的对手。故事回到1个月前，快递员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这个沉得要命的箱子送到1506号房门口。他还在纳闷，这家人到底买了什么东西，居然能重成这样。柳灿硕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看着眼前这个长得离谱的包裹，他知道自己要的东西终于到了。随着箱子被缓缓打开，那柄长矛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柳灿硕握紧武器，有了这把枪，接下来的计划就稳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灵药，对猎人来说，这玩意儿就是救命用的蓝瓶。普通人控制魔力，就像从饮水机里接水喝，先存进身体里，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但柳灿硕跟所有人都不一样，他跳过了储存的过程，直接吸收空气中的能量。这种打法虽然没有上限，但也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瞬间爆发力太小，经脉根本承受不住太大的输出。眼下情况紧急，已经没时间慢慢磨练了。他拔开瓶盖，打算先强行储存一部分能量，毕竟接下来的战斗可没时间让他慢慢回蓝。只要练上1个月，应该就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这股力量了。柳灿硕看着窗外，对自己接下来的成长很有信心。画面一转，来到了仁川的桥筒岛，这里已经聚集了大批猎人。工作人员核对了2维码，头也不抬地说道：“柳灿硕猎人，身份确认成功，你被分到了第8组。”看着那块破旧的8组标牌，周围的人都在小声嘀咕，有人在算计这次能拿多少钱，有人却在担心能不能活着回去。在这群各怀心思的人堆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柳灿硕刚进组，身后就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回头一看，居然是之前交过手的尚雅。他看起来心情不错，还主动凑过来搭讪，说既然大家都被分到了8组，这次任务就互相照应一下。尚雅半开玩笑的夸他厉害，甚至夸张的说自己都要被他的气场给震慑住了。结果柳灿硕这个钢铁直男居然一脸严肃的问他，你是不是肩膀经常脱臼，需不需要去看看医生？这一下直接把尚雅给整无语了，心里暗骂这小子真是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就在这时，负责人的声音从前方传来，所有人立刻安静下来。8组全员到齐，真正的任务简报现在开始。负责人开始科普任务等级，裂缝从1级到3级，数字越小就代表越危险。而第一个出现的裂缝被他们称为阿尔法。这次的目标就在岛北边的一座教堂里，虽然现在还没定级，但这种裂缝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强。金敏杰听完脸都绿了，忍不住小声抱怨，带个新人去执行清除任务，这不明摆着让人送死吗？就在这时，大部队已经抵达了目的地，桥筒岛到了。柳灿硕死死盯着远方，还没靠近，他就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寒意，这地方绝对比想象中还要邪门。看着周围人紧张的样子，柳灿硕心里直犯嘀咕，觉得大家是不是有点反应过度了。广播里传来了最后的叮嘱，控制室会全程监控岛上的情况，祝各位猎人好运。说完，大部队正式进入了丛林。8组的领头人开始布置计划，打算用1周时间侦查2个区域，并决定把基地设在华西寺。柳灿硕盯着手机上的地图，突然开口问了一句，为什么要选在华西寺？这话一出，所有老队员都停下了脚步。领头人推了推眼镜，一脸不善地盯着他问，你又是哪位？以前怎么没见过你？是个刚来的新人吧？领头人一脸傲慢地解释，选在华西寺是因为视野好，而且那里有现成的房子住，觉得这理由简直无懈可击。柳灿硕却不买账，他担心为了爬山消耗体力，万一在山上被包围，后果不堪设想。可领头人根本听不进去，甚至嘲讽他胆子太小，说自己绝不会听一个新人的指挥。看着对方这副自以为是的嘴脸，柳灿硕心里冷笑一声，看来不管在哪个世界，总有这种不讲逻辑的蠢货。既然话不投机，他也不打算再浪费口舌，直接提议，那大家就各走各的吧。这下队伍彻底分裂了。柳灿硕发现跟上来的除了尚雅，竟然还有那个橘色头发的金敏杰，而且这家伙的魔力似乎比尚雅还要强上一些。他直接开口询问对方的来意，金敏杰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毕竟你们2个都是新人，我不放心让你们单独行动。听到这话，柳灿硕心里稍微松了口气，看来这支队伍里至少还有一个靠谱的正经人。可还没等他道完谢，周围的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猛地停下脚步，示意所有人别再往前走，这附近明显有东西在盯着他们。柳灿硕示意大家噤声，指了指岩石后面，让金敏杰自己看得清楚。金敏杰小心翼翼地探出头，结果被眼前的景象吓得不轻，密密麻麻的腐蚀生物起码有50多只。他声音颤抖地提议赶紧绕路，可柳灿硕却异常冷静，甚至开始打听他的专属技能。金敏杰整个人都懵了，这种局面竟然还想着要硬碰硬，难道猎人真的都不要命吗？柳灿硕没理会他的恐惧，只是再次追问他最擅长什么。金敏杰愣了半天，才小声吐出3个字：火球术。
柳灿硕语气平淡的布置任务，让金敏捷等信号一响就冲出去当开路先锋。金敏捷听完差点当场崩溃，3个人去挑战50只怪物，这在他眼里简直就是自杀，更何况这2个队友还是纯新人。他急着想用无线电求援，却被柳灿硕一盆冷水泼了下来。援军都在海岸线附近，现在呼叫根本远水救不了近火，而且一旦怪物被惊动散开，后果谁也承担不起。柳灿硕的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一样死死钉在局势上。金敏捷终于彻底死心了，他意识到因为之前的内讧，现在根本不会有人来救他们，这一仗只能硬着头皮打到底了。既然避无可避，柳灿硕决定主动出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奇袭是唯一的胜算。他在地上飞快地画出战术图，分工明确，逻辑严密。金敏捷负责中心爆破，他自己则带人封锁两侧。看着眼前这个冷静过头的男人，金敏捷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这种老练的战场掌控力，绝不是一个新人能拥有的。他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感觉这种生死局对他来说就像家常便饭一样？还没等他想明白，柳灿硕的一声令下打破了寂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巨大的火球瞬间划破了黑夜，火球在怪物堆里炸开了花，惨叫声瞬间响彻荒野。但这波攻势还没结束，金敏捷大喊着需要时间冷却。柳灿硕头也不回的应了一声，让他准备好了就立刻出手。随后整个人化做一道残影，直接杀进了怪物最密集的地方。他战斗从不拖泥带水，追求的就是极致的效率。既然远程火力还没到位，那就由他来接管这片战场。在他眼里，分工明确才是获胜的关键。他负责近身收割，金敏捷负责大范围轰炸。这种教科书般的配合，让原本恐怖的怪物群瞬间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局面已经彻底稳住了。柳灿硕像一道绿色的闪电，在怪物群中疯狂穿梭。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在下一个火球准备好之前，绝不让任何怪物靠近金敏捷。但他心里很清楚，光靠一个人蛮干是不行的。真正的战斗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表演，这就是他强调分工的原因。他负责正面牵制，而真正的杀招一直潜伏在侧翼。尚雅已经拔刀出鞘，刀刃上闪烁着危险的光芒。就在这时，后方传来了金敏捷的信号，火球已经再次就绪。这群怪物的死期真的到了。柳灿硕在最后一秒闪身撤离，大喊着让金敏捷立刻开火。这一退，直接给身后的杀招让出了路。金敏捷蓄力已久的火球瞬间爆发，整个战场像是被点燃的火药桶，轰的一声炸开了锅，火光冲天，碎石乱飞。但这还没完，爆炸的烟尘还没散去，柳灿硕已经重新握紧了武器，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他要的可不只是击退，而是要在这里把这群怪物彻底清场。随着他的一声怒吼，最后的收割开始了，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片森林。硝烟还没散尽，本该庆祝胜利的时刻，气氛却突然降到了冰点。柳灿硕收起长矛，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尚雅正想夸奖大家表现不错，可话还没说完，他就愣在了原地，因为眼前的局面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刚打完仗，金敏捷突然掏出个家伙对准同伴，这下把柳灿硕吓得够呛，还以为这家伙要当场反水，结果虚惊一场。他只是想让大家挪个地儿，好给地上的尸体植入芯片。原来他们早就跟废品商签了合同，等任务一结束，就会有人专门来回收这些笨重的战利品。废品商这个新名词听起来背后的水可不是一般的深。金敏捷还在那儿算账呢，说这废品商只要签了合同，卖掉战利品就能坐着分钱。柳灿硕倒是挺警惕，问这帮人到底靠不靠谱，毕竟在这鬼地方，信任比金子还贵。话还没说完，墙后面突然杀出一个大家伙，这动静是要把天都掀了。得亏柳灿硕反应快，一个飞扑把金敏捷救了下来，不然这家伙当场就要交代。看来刚才那50个小怪只是这怪物的开胃菜，真正的麻烦现在才刚露头。看着眼前这满嘴尖牙的怪物，柳灿硕心里咯噔一下，这可不是什么杂鱼，而是个实打实的终极 BOSS。这家伙身上散发的魔力跟刚才那些小喽啰完全不在一个档次，要是被他盯上，谁也别想活着走出去。柳灿硕大喊一声，让同伴们赶紧退后，他打算一个人把这怪物给拦下来。可金敏捷和尚牙哪能答应？这种时候要是把队友扔下，那还算什么同伴？他们商量着想用夹击战术拖延时间，但这怪物的实力真的会给他们撤退的机会吗？柳灿硕这次是真的火了，他冲着同伴大吼，让他们赶紧滚远点，别到时候只能躺在尸袋里回家。其实他心里清楚，这帮人留在这只会让他束手束脚，只有一个人待着，他才能毫无顾忌地使出大招。他横起长矛，对着那只巨大的怪物勾了勾手指，既然要打，那就速战速决。随着一声巨响，整片区域瞬间被烟尘淹没。尚雅看着前方惨烈的战况，急得想冲上去帮忙，但金敏捷却一把拦住了他。虽然场面上看柳灿硕一直在后退，谁能想到在这么密集的攻击下，柳灿硕竟然一次都没被击中。尚雅在旁边看得整个人都傻了，那些连他都很难躲开的杀招，柳灿硕不仅轻松闪过，甚至还能在反击的瞬间让长矛燃起诡异的黑色火焰。这火焰简直就是怪物的克星，每烧一下，怪物的动作就变得越来越迟钝。刚才还以为他是在苦战，现在看这架势，他根本就是在戏耍这只怪物。尚雅忍不住怀疑，这家伙真的跟自己一样，只是个刚出道的新人猎人吗？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柳灿硕突然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动作，他竟然松开了手，把唯一的武器长矛直接朝着远处扔了出去。尚雅和金敏捷都看傻了，作为一个猎人，在怪物面前丢掉武器，这跟自杀有什么区别？
怪物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张开血盆大口，瞬间就冲到了柳灿硕跟前。尚雅急得大喊让他小心，可现在手里空无一物的柳灿硕到底拿什么来挡住这一劫？谁也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怪物竟然就这样重重的倒在地上。柳灿硕拎着长矛走过去，看着还在挣扎的怪物，他决定不再留手，必须彻底了结这个祸害。旁边的金敏杰整个人都看傻了，明明刚才柳灿硕还被压着打，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局面就彻底反转了？柳灿硕倒是没在意同伴的震惊，他收起武器，冷静地问金敏杰：“这种级别的怪物出现在这，到底正不正常？”金敏杰这才回过神来，他神色凝重地解释说：“除非这里出现了3级以上的裂缝，否则绝不可能看到这种怪物。看来这次的任务远比他们想象的要麻烦得多。”柳灿硕回想起出发前的简报，当时明明说这里的裂缝是未分级，可现在看来情报出了大问题，这里的危险程度已经飙升到了3级。尚雅和金敏杰听到这个结论，整个人都僵住了。3级裂缝和未分级完全是2个概念，这意味着岛上绝大多数的猎人可能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金敏杰急得不行，他觉得以柳灿硕刚才展现的实力，一定能扭转局面，于是赶紧哀求柳灿硕去救救其他人。可谁也没想到，柳灿硕竟然想都没想，直接冷冰冰的回了3个字：“我拒绝。”金敏杰当场就懵了，他想不通为什么柳灿硕能这么见死不救，但柳灿硕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很清楚自己的极限在哪，想靠他一个人救下整座岛的人，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柳灿硕的话说得非常难听，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同伴：“我们的任务是清理裂缝，而不是来当救世主的。既然选了猎人这行，就别指望每次都能活着回去。”尚雅听不下去了，他盯着柳灿硕问：“如果你自己身处绝境，难道就不会感到不公和怨恨吗？难道你就不会祈求有人来救你吗？”柳灿硕停顿了一下，语气依旧冷得像冰块。他说自己并不是不理解那种情绪，但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有些死亡就是注定无法避免的。画面一转，柳灿硕想起了上一世的自己，那是他亲眼见过的地狱。无论你当时有多不甘心，无论你如何挣扎，结果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他最后告诫尚雅，千万别被那种廉价的同情心动摇，如果抱着那种天真的心态，在这个世界里根本活不过第2天。柳灿硕仔细检查了周围，确认暂时没有其他怪物出没。金敏杰这才松了一口气，觉得总算能喘口气了。看着远处星星点点的灯光，金敏杰还挺乐观，觉得靠着这些亮光，正好能确认其他猎人的位置。可柳灿硕却一点也笑不出来，他盯着那些灯光，心里很清楚，在漆黑的野外随便开灯，简直就是给怪物当活靶子。如果只是些小喽啰还好说，但要是再蹦出一个刚才那种级别的怪物，那些开灯的人恐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想到这，柳灿硕立刻拿出手机，给所有人发了一条紧急警告。他明确告诉大家，这里的裂缝等级已经失控，谁要是再敢乱用灯光，就是在自寻死路。柳灿硕向金敏杰确认了一件事，是不是指要把裂缝的核心毁掉，岛上这些怪物就会全部消失？金敏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只要切断了能量源，这片腐蚀区自然就会崩溃。听到这，柳灿硕心里已经有了打算，既然源头在那，那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只要把那个核心彻底破坏就行。看着已经精疲力竭的尚雅和金敏杰，柳灿硕没打算带他们一起去冒险，他让他们留在原地休息，自己一个人去解决那个大麻烦。临走前，柳灿硕在门口放了一个报警装置，这是金敏杰之前提到过的宝贝，只要有怪物靠近就会发出警报。有了这个东西守着，他们2个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安顿好同伴，柳灿硕独自转身走入夜色。柳灿硕在林子里飞速穿梭，他心里还在暗自庆幸，幸亏提前记下了裂缝的位置，照这个速度赶过去，任务应该能进行得非常顺利。可这念头才刚冒出来，他就猛地停住了脚步。黑暗中突然传出一阵让人牙酸的摩擦声，一只巨大的黑色利爪死死挡住了他的去路。柳灿硕忍不住自嘲了一句：“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自己这乌鸦嘴简直绝了。”低沉的吼声从阴影里传来，透着一股让人脊背发凉的杀气。柳灿硕死死盯着前方，手上瞬间缠绕起狂暴的紫色电光。他冷冷地吐出3个字：“又是你！”看来今天这路是没法轻轻松松走过去了。本以为是老对手叙旧，可等这家伙彻底露出真面目，柳灿硕才发现自己认错人了。眼前这个庞然大物，长着一张他从未见过的脸，那股压迫感比之前的怪物还要强上几倍。猎人协会指挥室现在乱成一团，前线传来的全是噩耗，5组失联，3组出现伤亡，这些怪物居然开始有组织的进攻了。指挥官气得直拍桌子，这种鬼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立刻下令启动紧急通讯，向附近所有猎人请求支援。就在这时，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红点，竟然有人在往核心区域冲。这种时候逆行简直是疯了。指挥官大声质问，到底是谁在那找死？联络员的声音都在发颤。那个人是8组的柳灿硕。指挥官这下反应过来了，柳灿硕是第一个发现核心升级的人，他不仅没死，还直奔最危险的源头去了，必须立刻连线确认他的情况。通讯刚接通，对面就传来了震天响的骂声。柳灿硕一边躲避怪物的重击，一边对着耳麦狂喷，这哪里是情报说的5等级，这分明是能要人命的 C 级怪物。指挥部的人全被骂懵了。柳灿硕放话等他回去，要把核心塞进这帮情报员的嘴里。虽然嘴上不饶人，但他心里很清楚，现在的局面已经失控了。眼前的怪物速度快得离谱，
而他手里的底牌还没强到能直接秒杀这种级别的对手，这一仗怕是比想象中还要硬。面对这种硬骨头，柳灿硕原本打算先用火焰魔血，最后再用长矛收割，可这只大块头比想象中还要顽固，根本没有倒下的意思。更糟糕的是，他发现自己的蓝条快空了。白天的战斗消耗了太多魔力，现在的技能威力连平时的一半都发挥不出来。既然不能撤退，那就只能在这座岛上找个能补充能量的地方。他一边躲避攻击，一边在混乱的战场中搜寻。就在这时，远处的一抹亮光引起了他的注意，看来运气不错，终于让他找到了。柳灿硕根本没打算跟这怪物死磕，他一边灵活的闪避，一边像遛狗一样挑衅对方，让他动作快点，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确认。还没等怪物反应过来，他竟然一个纵身，直接跳进了最危险的侵蚀核心。这操作把所有人都看傻了。指挥室的屏幕瞬间变黑，联络员急得大喊：“柳灿硕的信号彻底消失了，他已经进入了核心最深处。”指挥官气得半天说不出话，这种自杀式的打法简直就是个疯子。现在谁也不知道核心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核心内部干净的有些离谱，柳灿硕环顾四周，这地方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情报里说这种级别的核心扩张很慢，可眼前的规模简直是在开玩笑。如果连这种程度都算慢，那更高级别的核心得有多恐怖？他意识到侵蚀已经彻底失控，甚至突破了原本的界限，再拖下去，整座岛都要被吞掉。既然已经看清了底牌，那就没必要再浪费时间了。他握紧长矛，抬头看向那个巨大的紫色身影，是时候做个了断了。他可没兴趣跟这种怪物一直耗下去。柳灿硕手里的这团黑火虽然威力惊人，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双刃剑，因为它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根本不长眼。除了他自己，这火焰会吞噬周围所有的活物，哪怕是并肩作战的队友也无法幸免。所以一旦场面失控，他就必须立刻收手。不过现在这反而成了最好的清场工具。既然身边没有盟友，他终于可以彻底放开手脚。虽然副作用很大，但只要能解决眼前的麻烦，一切都值得。这一击，他要让这怪物彻底消失。既然身边没有队友，柳灿硕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释放那股不长眼的黑火。这怪物在他眼里已经不再是威胁，而是一个巨大的充电宝。随着黑火的吞噬，真正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他能感觉到一股狂暴的能量正顺着伤口源源不断的涌入，这些从怪物身上吸来的法力像潮水一样冲向全身，疯狂地扩张着他的经脉。这种感觉就像是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原本脆弱的经脉在能量的冲刷下变得更加强韧，他不仅是在战斗，更是在利用对手完成进化。现在的柳灿硕比刚才还要危险100倍，这股能量吸收的效率比柳灿硕预想的还要高。他能感觉到体内的力量正在疯狂暴涨，这种变强的速度简直让人上瘾。反观那个庞然大物，在能量被抽干的痛苦中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他已经彻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变成别人的养料。就在这股能量交汇的瞬间，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原本模糊的真相在他脑海中变得清晰起来。他冷笑一声，终于看穿了这怪物的把戏。原来折腾了这么久，这家伙竟然打的是这种主意。看着漫山遍野扑过来的怪物，柳灿硕不仅没躲，反而冷笑了一声，想靠人海战术翻盘。这招对他已经彻底失效了。现在的他实力比之前翻了好几倍，虽然还没恢复到巅峰状态，但对付这些杂兵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他现在没心思浪费时间，只想知道这鬼地方的老窝在哪。只要端掉那个侵蚀核心，一切麻烦都能解决。既然这些怪物想找死，那就成全他们。他轻轻吐出一个字：活。真正的炼狱马上就要降临了。就在柳灿硕准备大干一场时，周身的火焰竟然熄灭了。他停下脚步，敏锐地察觉到黑暗中有一双眼睛正盯着自己。原来对方一直躲在暗处，就是在等他熄火的这一刻。这怪物不仅有实力，甚至还懂得观察战机，简直像个狡猾的老狐狸。柳灿硕冷笑一声，直接点破了对方的小心思。他心里清楚，眼前这个戴面具的家伙跟之前遇到的那些杂鱼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这个侵蚀核心的本体拥有远超常理的压迫感。就在双方对峙的时候，那个怪物竟然开口说话了。他死死盯着柳灿硕，似乎认出了他的身份。面对这个级别的对手，柳灿硕竟然还有心思拿对方练手。他冷静地评估着自己的状态，以现在的身体强度，打出一套4连击应该不成问题。话音刚落，他整个人就化作一道残影，手中的长矛带着破空声直冲那个戴面具的怪物而去。既然对方想玩，那就看看谁的命更硬。长矛与长剑正面撞在一起，火花四溅，对方的防御确实滴水不漏，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他可没打算只出一招。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瞬间，他手中的武器光芒大作，真正的杀招终于现身。双重月影枪，这一击要彻底撕碎对方的防线。这一枪正中红心，强如侵蚀核心也被震退了好几步。他显然没料到柳灿硕的攻击里竟然还藏着这种诡异的后手。这招双重月影枪最阴险的地方就是那道留下的蓝色轨迹，它会像影子一样完美复刻刚才那一击的所有动作，而且整整重复4次。如果只是简单的4连击，对方或许还能勉强招架，但要是这些影子故意比本体慢半拍再发动呢，那局面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这种错位的时间差攻击会让对方的防御彻底崩溃。看着满屏乱舞的枪影，这怪物根本无处可躲，只能眼睁睁看着死神降临。面对这种不讲理的延迟连击，强如侵蚀核心也彻底乱了阵脚。那些慢半拍的枪影就像预判了他的预判，让他
根本找不到反击的机会。在这种高频率的压制下，哪怕是在完美的防御，也终究会露出马脚。只要节奏一乱，胜负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了。柳灿硕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怪物的身后，他语气平静地说了句：“结束了。”这声音听起来不带一丝感情。随着他手中的长矛再次挥动，积蓄已久的能量瞬间爆发，刺眼的蓝光直接贯穿了对手。这一记补刀是要彻底终结这场战斗。随着一声巨响，那个难缠的怪物终于彻底崩碎。柳灿硕看着正在消散的残骸，本以为一切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想到对方竟然还留了件东西。在这一片灰烬之中，一个散发着微光的盒子静静躺在那。他有些疑惑地捡了起来，这种地方掉落的战利品恐怕没那么简单。他轻轻扣开盒盖，看清里面的东西后，整个人直接定在了原地。这玩意儿的出现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还没等他细看，耳麦里突然传来了指挥部的尖叫：“出大事了！侵蚀区域正在疯狂扩散，指挥部现在已经乱成了一团，第9小队的信号彻底断了，增援部队在半路被怪物拦截，根本没办法靠近桥头岛一步。所有的坏消息全都撞在了一起。”看着满屏幕的红色警报，科长心里已经凉了大半截。这种局面简直就是个死局，除非现在能有奇迹发生，否则岛上的猎人们一个都活不了。就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一名联络员突然扯着嗓子大喊：“科长，收到柳灿硕的消息了！”这一声喊让死气沉沉的办公室瞬间炸开了锅。大屏幕上唰的一下弹出了最高级别的全频道公告：桥头岛核心区域确认清除。谁能想到那个男人竟然真的凭一己之力把这天给翻过来了。随着系统公告一条接一条弹出，桥头岛核心被清除的消息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所有怪物被确认彻底消灭，这场死局竟然真的被破了。看着屏幕上的数据，科长整个人都傻眼了，他嘴里不停念叨着奇迹，根本不敢相信这种必死的任务竟然能有人生还。而此时，在岛上的草丛里，柳灿硕正悠闲地坐着，他微微抬头看着夜空，完全没有死里逃生的狼狈，反而像是在郊游一样。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真好啊。金敏杰虚弱地问：“上雅，我们今天还能活着离开这儿吗？”这下真的麻烦了，怪物越聚越多，连柳灿硕也没了踪影，局面彻底失控了。这种绝望的包围圈到底还能撑多久？放眼望去全是敌人，金敏杰已经快撑不住了。其实上雅心里也清楚，自己也快到极限了，这下真的站不住了。上雅已经到了极限，眼看怪物就要扑上来，这根本就是必死之局。金敏杰绝望的大喊：“上雅！”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道黑影闪过，伴随着沉重的撞击声，周围瞬间安静了。金敏杰整个人都傻了，刚才还满地的怪物竟然全都没了。谁也没想到，在最绝望的时候，柳灿硕竟然回来了。柳灿硕回到了集结地，到处都是伤员，看来刚才那场暴乱比想象中还要惨烈。周围的人全都在窃窃私语，谁敢相信这个男人竟然单枪匹马就把3级裂缝给平了？金敏杰看到他，激动的直接喊出了声。柳灿硕却一脸淡定，好像只是顺手办了件小事。面对同伴的关心，他故意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说自己是为了保护大家才不得不拼命。尚雅在一旁听得直翻白眼，这家伙又在立人设了，明明心里想的是得赶紧把好人形象经营好。就在这时，一个戴眼镜的大人物走了过来，自称是运营公司的分局长。看来柳灿硕这次是真的要出名了。边正太开门见山说，市长想见他一面。柳灿硕虽然答应了，但心里却在犯嘀咕，这些大人物是不是都觉得别人随叫随到？清理3级裂缝的奖金还没给呢，既然市长要见，那正好过去把价钱谈清楚。雨下得很大，一名自称李必才的联络官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他表现得非常客气。李必才直言不讳，今早江华岛的报告把所有人都给吓着了。市长为了见柳灿硕，甚至推掉了今天所有的行程。看来这次单刷裂缝是真的惊动了高层，接下来的这顿饭恐怕没那么简单。柳灿硕还在那谦虚，说自己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李必才听了直摇头，说一个新人单刷3级裂缝，这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柳灿硕表面上没说话，心里却在吐槽，那场仗打得确实费劲，既然以前也有人做到过，那个人才是真正的怪物吧。推开办公室的大门，仁川市长朴健已经等候多时了。他表现得非常热情，甚至还为这鬼天气亲自道歉。市长一坐下来就大吐苦水，说江华岛那个烂摊子，政府预算根本不够请大工会，这次柳灿硕出手，简直是帮他们省了一大笔钱。柳灿硕听着这些客套话，心里很清楚，对方看中的不仅是他的实力，更是他这个便宜好用的新人身份。朴健市长越说越激动，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大喊着像柳灿硕这样的人才能留在仁川，简直是全市的骄傲。接着他开始疯狂画大饼，从国际机场吹到经济特区，说这里到处都是投资和财富。柳灿硕在一旁听得满脸问号，心想这家伙怎么突然发疯了？吹了半天，市长终于拍着胸脯保证，只要柳灿硕肯留下，政府一定会全力支持他的事业，让他以后的路走得顺顺当当。铺垫了这么多，市长最后才抛出那个关键问题。他盯着柳灿硕问：“你成为猎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柳灿硕坐再来时的车上，边正太沉默了片刻，说：“如果有个堵塞的马桶正在喷脏东西。”柳灿硕接着刚才的话茬，说：“总得有人去干那些脏活累活，把堵住的麻烦给通开。”边正太听完沉默了一会儿，低声回了一句：“明白了。”他提醒柳灿硕：“以后你肯定会大红大紫，拍广告、上节目，各种名利诱惑会接踵而至，很多人就是这样迷失了自我。”
柳灿硕听出了话外音，问他是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质。边正太没有否认，他说在这个被资本左右的世界，韩国虽然是最后的避难所，但纯粹的猎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边正太一边开车一边感叹，柳灿硕这次的战绩给了很多身处绝境的人希望，他真心希望柳灿硕能一直当那个象征希望的英雄。听着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柳灿硕转头看向窗外，他心里其实很清醒，甚至有点好奇，这群人到底能把戏演到什么程度。柳灿硕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市长这番吹捧根本就是想把他当成政治筹码，可惜他早就不是那种会被几句好话就忽悠住的新人了。他活了这么久，什么样的老狐狸没见过？于是他干脆把话挑明了问，既然市长给了这么多好处，是不是想让他帮个忙，比如帮支持率垫底的市长成功连任？这话一出，浦建市长直接僵在了原地，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年纪轻轻的猎人，竟然连他任期快结束，而且连任困难这种事都查得清清楚楚。市长只能尴尬地咳嗽2声，承认确实需要柳灿硕的配合，毕竟一个新人想参加这种级别的委托，没有他这个市长点头是不可能的。柳灿硕这下全明白了，什么看重人才都是虚的，浦建只是想把他包装成自己发掘的奇才，好蹭着他的名气往上爬。这场合作从一开始就是场交易。浦建市长还在那滔滔不绝，他指着桌上的速溶咖啡说，自己跟各大企业关系都铁得很，打算等现在的代言人合同到期，就让柳灿硕这张新面孔顶上去。他越说越起劲，觉得这简直是送上门的富贵。可还没等他把大饼画完，柳灿硕就冷冷地打断了他，说市长是不是把他当成什么廉价货了？这话让浦建当场愣住。柳灿硕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现在的世界确实需要新面孔，但以他身为猎人的天赋和实力，市长承诺的那些名利和地位，本来就是他动动手指就能拿到的。浦建市长这吓慌了神，赶紧改口说还能提供高薪委托，而且保证绝对安全，只要柳灿硕点头，这些好差事全由他来安排。柳灿硕听完直接站了起来，眼神里满是不屑。他丢下一句，这买卖太无聊了，显然市长手里的这些筹码根本入不了他的眼，局面瞬间彻底反转了。浦建市长还在那开玩笑，说那个咖啡模特真得谢谢柳灿硕，因为他这一拒绝，人家才能保住饭碗继续续约。可他不知道的是，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一场针对柳灿硕的阴谋正在酝酿。大雨滂沱的暗巷里，有人正跪在地上瑟瑟发抖。下属低着头汇报说，桥头岛那边的测试搞砸了，本以为会遭到严惩，没想到披着斗篷的神秘人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没关系。为了戴罪立功，下属赶紧递上手机说，有好消息。视频里播放的正是柳灿硕在猎人测试时的画面，那股惊人的火焰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神秘人盯着屏幕里的柳灿硕，语气里透着一丝危险的兴趣，看来柳灿硕这下是真的被什么了不得的怪物盯上了。神秘人盯着手机屏幕，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他轻声念着柳灿硕的名字，这家伙确实有点东西，甚至称得上是非常优秀。每月1号是全网最疯狂的日子，因为新一期的猎人排名终于公布了，不管是路边的普通人还是协会的高层，所有人都在盯着这份名单，甚至连那些刀口填写的狠角色都在好奇这次到底谁能上榜。但对于柳灿硕来说，这些华丽的排名数据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他真正在意的是这份名单背后隐藏的那个真相。在猎人的世界里，只有挤进前10名才算真正掌握了话语权。从第10名的冰原强者到第5名的暗杀高手，这份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普通人仰望的存在。排名越往上，就越是神仙打架，尤其是前3名的怪物，每一个都能轻易改变战局。但谁能想到，压过所有天才和怪物，稳坐第1名宝座的，竟然是这个男人柳灿硕。这个名字现在彻底响了，可他本人似乎还没把这当回事。史上最快入榜记录就这么被一个新人给破了，全城的媒体现在都疯了，全都围着柳灿硕想要个说法。如果是一个老兵单刷3级区，可能还没人觉得奇怪，但一个刚出道的新人单枪匹马搞定这种级别的任务，这简直就是怪物降临。面对台下狂轰滥炸的提问，他表现得比谁都冷静，甚至还有点不耐烦。就在记者们拼命追问，想听他说点励志的场面话时，他却直接泼了一盆冷水。那些我会努力之类的废话，他连提都不想提。这种性格注定要让整个猎人圈子彻底坐不住了。柳灿硕在台上丢下一句，我会用实力说话，随后便转身离开，只留下一个冷酷的背影。但他很快就看到了，所谓的实力在真正的灾难面前有多渺小。窗外那些曾经繁华的都市，如今全变成了人间炼狱。老人告诉他，当侵蚀区降临的时候，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瘫痪了，只有极少数人活了下来。在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下，韩国却靠着某种特殊技术，硬生生地挺了过来，甚至还实现了反超。看着脚下那些消失的文明，他终于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残酷规则才刚刚向他揭开冰山一角。老人指着窗外的废墟问他，想不想近距离感受一下真正的绝望？那里被称为伟大的8处，是全球最恐怖的8个侵蚀区，而眼前的这片死地就是其中之一。13年前，这场灾难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从市中心瞬间爆发，像个黑洞一样疯狂吞噬周围的一切。虽然极少数人活了下来，但在已经沦为侵蚀区的地盘上，大部分人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就被黑暗彻底淹没了。短短几天时间，一整座繁华的都市就这么在地图上人间蒸发。这种力量让所谓的政府权威变成了一个笑话。听完这些情报，柳灿硕直接开门见山问老人把他叫来到底有什么目的。
老人也没绕弯子，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是太白工会的庆贤，前几天已经找上门了。那个外号叫浩克的大块头，因为柳灿硕迟迟不肯入伙，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甚至开始私下打听他的住址。那个工会信奉的是弱肉强食，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甚至会直接动武。柳灿硕心里很清楚，以他现在的实力，还没法跟那种怪物硬碰硬，这下麻烦真的找上门了。老人给柳灿硕指了条明路，想要不被大工会吞掉，就要先增加自己的筹码，比如接下协会会长的秘密任务。柳灿硕心里很清楚，这老狐狸绝对没安好心，他直接问对方想要什么回报，结果老人只要他记住，这次是协会帮了他一个大忙，这笔买卖听起来不亏，既能拿报酬，又能攒名声。他便打听起任务的具体内容，原来是要护送一艘货船，去运送所谓的生活必需品。可当他打开物资清单一看，整个人都无语了，名表、名酒，甚至还有豪车，这哪是什么必需品，全是给权贵们准备的奢侈品。看来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有钱人的生活永远超乎普通人的想象，而他这次要做的就是给这些宝贝当保镖。看着清单上那些离谱的奢侈品，柳灿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政府都快垮台的末世，运送这些垃圾到底有什么意义？老人却一脸淡定地解释说，虽然很多国家已经名存实亡，但国际政治这套把戏还没过时，这些东西就是维持关系的润滑剂。柳灿硕一下子就听明白了，说白了，这趟护送任务的本质就是去给那些大人物送贿赂。他最看不惯这种肮脏的勾当，既然任务性质变了味，他直接把清单往旁边一扔，当场表示这活他不干了。眼看柳灿硕要罢工，老人赶紧搬出政府来施压，强调这可是国家级的任务，希望他能识相一点。可柳灿硕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普通人一旦卷进政治漩涡，最后只会沦为大人物的炮灰。老人见硬的不行，就开始倚老卖老，嘲讽他不过是个刚出道的新人，说他现在太狂妄，迟早会因为这份自大吃苦头。柳灿硕懒得再听他废话，直接当着老人的面把那份价值连城的任务清单顺着直升机窗口全扔了出去。看着漫天飞舞的纸片，老人彻底被气疯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新人竟然狂到了这种地步。柳灿硕最后客气了一句，感谢会长送他这趟顺风车，至于怎么回首尔，他打算自己游回去。还没等老人反应过来，他直接纵身一跃，从几百米的高空跳了下去，动作干脆的让人头皮发麻。老人趴在窗边看傻了眼，这可是万米高空下的深海，这小子竟然说跳就跳，简直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随着海面上溅起巨大的水花，柳灿硕彻底消失在视线里，只留下老人在直升机上对着空荡荡的座位怀疑人生。直升机上的老人还在感叹，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疯了。而此时的仁川港码头，一个工人正悠闲地喝着咖啡，平静的水面突然冒起气泡，紧接着一只手猛地扒住岸边。柳灿硕像个落汤鸡一样爬了上来，把旁边的工人都给看傻了。他一边拧着衣服上的海水，一边在心里暗骂，那个老头子刚才那一跳差点让他丢了命，这种玩命的威胁他可不想再是第二次。工人虽然一脸懵，但还是礼貌地安慰了他几句。柳灿硕到了声线，独自走向码头的深处。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让他明白，在这个乱世里，不想沦为别人的棋子，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柳灿硕在心里定了个狠计划，既然不想再被任何人左右，那就专挑那些没人敢碰的垃圾任务，用最极端的磨练让自己迅速爬到顶端。他翻开手机里的猎人委托，目光锁定在一个棘手的绑架案上。这种高风险的任务在别人眼里是送死，但在他眼里却是最好的垫脚石。随着指尖轻轻一点，任务正式接取成功。屏幕上显示的危险等级预示着接下来的路绝不轻松。他站在夕阳下长舒了一口气，看着远方波光粼粼的海面，心里已经做好了觉悟，接下来的日子恐怕是没法太平了。本来是高高兴兴的出海捕虾季，谁能想到这片海域突然变天了，一群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怪物直接把渔船当成了猎场，大批渔民被强行掳走。根据好不容易逃回来的幸存者说，那些被抓走的人暂时还活着，但留给他们的时间肯定不多了。这就是柳灿硕接到的新任务，去对面的岛上救人，顺便把那群怪物彻底清理干净。5000多万的赏金，要是能一个人把这活儿全揽了，那这笔钱就全是他的了。不仅能大赚一笔，还能顺便刷个名声，这种名利双收的好事确实难找。但柳灿硕心里也清楚，这钱可没那么好拿。怪物的等级每差一级，实力就是天差地别。3级怪物顶多算是个肉盾坦克，到了2级，那简直就是行走的自然灾害。至于传说中的1级怪物，那可是需要动用举国之力才能勉强抗衡的恐怖存在。虽然对付3级怪物还算有把握，但要是真碰上2级，心里还真是一点底都没有。为了稳妥起见，必须得找个靠谱的帮手。可真正的高手，谁会看得上这种私人小单子？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名字，如果是那家伙的话，或许真的有戏。尚雅，看来这次只能指望他了。尚雅看着远方的海面问，还有多久能到对马岛？柳灿硕头也不抬地盯着手机，随口回了一句，大概还要1个小时。尚雅提醒他省点力气，这次的对手可比上次难对付多了。结果话还没说完，他的注意力就被柳灿硕的护肩勾走了。这可是限量版的顶级货，他一眼就认了出来，开始滔滔不绝地分析这装备有多稀有。柳灿硕一脸无奈地打断他，问他平时是不是也这么话痨？这护肩其实就是个赠品，是收破烂的老板随手送他的。这话一出，尚雅彻底沉默了，毕竟他签合同的地方可从来没送过这么好的东西。柳灿硕一脸坏笑地看着队友，
说自己可是单杀过3级怪物的明日之星，而他除了那个学院第1的名头，现在也就是个菜鸟水平。要是觉得心里不平衡，那就赶紧变强，等出名了再来跟他叫板。这话直接把上雅给说沉默了，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几天前。那时候他还在犹豫要不要入伙，毕竟他连对付3级怪物都差点丢了命，更别说这次要去挑战2级了。可柳灿硕当时只问了他一句话：“你难道不想变强吗？”就是因为这一句，他才稀里糊涂的跟了过来。现在想想，这分明就是被他给忽悠了。他当时敢打包票，只要跟着他练，实力绝对能比现在强上好几倍。面对这种诱惑，谁能不心动呢？更何况他确实有一个必须变强的理由，只要能获得力量，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他也绝对不会回头。就算真的要跳进地狱，他也认了。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彻海面，前方迷雾中隐约出现了几艘古怪的大船。柳灿硕数了数，整整5艘，这下麻烦了，周围全是平民，他们必须得悄摸过去才行。他转头看向上雅，问他有没有什么压箱底的招数，能带大家神不知鬼不觉的穿过去。上雅愣了一下，显然没反应过来。柳灿硕接着使出了激将法，问他是不是根本办不到。沉默了片刻，上雅终于开口了，看样子他确实藏了一手没露出来。上雅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嘲笑这事儿简直是小菜一碟，还顺带损了柳灿硕一顿，说他堂堂一个高手竟然办不到。还没等柳灿硕反驳，他直接拎起人就在海面上狂奔，浪花溅得老高。他还嫌弃柳灿硕飞得不稳，柳灿硕也是一脸无语，他又没练过水上漂，能稳住不掉下去就不错了。就在两人斗嘴的时候，柳灿硕的眼神突然变了，他命令上雅立刻拦住最近的那艘船。上雅还没反应过来，柳灿硕已经察觉到了那艘船上散发出的气息绝对不简单。柳灿硕盯着监测画面，发现后方船只的能量反应越来越强，这说明真正的危险全躲在最后头。上雅应了一声，随即加速冲向迷雾中的船只。隐约间，他看到甲板上站着一个黑影，还以为是遇到了幸存者。柳灿硕立刻大声提醒，让他睁大眼睛看清楚，没有人是这么走路的。话音刚落，那个黑影猛地转过身来，竟然是个拎着镰刀的骷髅怪物。他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直接扑了过来。这艘船上恐怕早就没有活人了。上雅刚跳上甲板，柳灿硕就在一旁泼冷水，说他这么落地膝盖非废了不可，而且动静太大，纯属打草惊蛇。放眼望去，甲板上密密麻麻全是怪物。柳灿硕根本没当回事，手中长矛顺势一扫，蓝光闪过，周围瞬间被清空了。他发现这些家伙等级并不高，顶多算是2阶里的垫底货色，根本构不成威胁。可就在这时，柳灿硕突然反应过来，既然这些怪物这么弱，那上野那边恐怕要出大事了。远处突然炸开一道雷光，柳灿硕心里一惊，那是上雅的招数。他大声提醒上雅，魔力用的太猛了，照这个速度消耗下去，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被抽干。对付这种小喽啰，根本用不着这么拼命，只要控制好输出就足够了。柳灿硕曾经承诺过，只要他肯学，自己能让他比现在强上好几倍。可现在的上雅根本听不进去，他咬着牙再次爆发，雷光瞬间吞没了整个甲板。柳灿硕暗骂一声该死，局面彻底失控了。柳灿硕还在大声指挥，让上雅再收敛一点，现在的魔力输出还是太夸张了，这样根本撑不了多久。可上雅现在什么都听不进去，他只记得弱者的命就是场悲剧，那种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暗，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第2次。与其精打细算的活着，他宁愿透支一切去换取力量，只要能变强，付出什么代价都无所谓。柳灿硕察觉到不对劲，急忙提醒他看前面，可已经晚了。上雅体内的雷电彻底炸开，眼前的怪物瞬间被轰成了碎片。他不是在战斗，他是在玩命。雷光瞬间贯穿了敌人的身体，上雅这一招完全是不计后果的爆发。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有必须变强的理由，只要能获得力量，哪怕是透支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执念让他变得无比疯狂，只要能变强，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就算要亲手跳进地狱，他也绝对不会回头。惨烈的战斗总算收场了，虽然赢得很狼狈，但他终究是撑了下来。柳灿硕这时候赶了过来，随手就解决了剩下的麻烦。对他来说，这不过是顺手清理一下战场。一向高傲的上雅这次竟然主动低下了头，他说这是第一次有人真心给他建议。这话听得柳灿硕都愣住了，在那种竞争残酷的地方，难道真的没人拉过他一把吗？看来这姑娘背后的故事远比想象中要沉重得多。上雅无奈地说，因为他学什么都太快了，周围的人不仅不帮他，反而觉得他是个怪物。他说自己超越了所有的老师，这种天才的孤独，一般人真的很难感同身受。结果柳灿硕这小子安慰人的方式也是没谁了，他让上雅尽管放心，因为他会强到让他仰望一辈子。虽然这话听着挺气人，但对现在的上雅来说，这反而是最让他安心的回答。两人没再多耽搁，告别了驻守的卫兵，直接动身前往聚集岛。真正的挑战还在前头等着他们呢。根据幸存者的情报，人质现在就被关在岛上的神社里。虽然地方找到了，但接下来的麻烦才是大头。柳灿硕心里很清楚，他们2个人跑过去救人并不难，难的是怎么把那15个人带回来，尤其是那些人质可能还带着伤。更糟糕的是，岛上到处都是那种腐蚀怪物，一旦救援惊动了他们，整座岛的怪物都会像疯了一样追杀过来。光靠2条腿跑路肯定是不行了，想要把人一个不落地带回去，他们现在最缺的就是一辆能冲出重围的交通工具。柳灿硕本来还想确认一下上雅的车技到底靠不靠谱，结果
这姑娘自信满满的一脚油门，差点没把他魂给甩出来。这哪是在开车啊，这简直是在开坦克，横冲直撞。柳灿硕在车里被颠得七荤八素，忍不住吐槽这刹车是不是摆上。尚雅倒是有理有据，说这种不要命的开法，总比他那放了20年的废纸驾照强。一句话就把柳灿硕给对没声了。行吧，既然司机指望不上了，柳灿硕只能认命的爬上车顶。毕竟比起这要命的车速，外面的怪物看着都顺眼多了。尚雅一边在下面狂飙，一边还不忘吐槽，说比起开车，他其实更擅长动手打架。柳灿硕在车顶也没闲着，面对扑上来的怪物，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抬手就是一记精准的贯穿。清理完障碍，他顺手扯紧了手里的绳索，这玩意儿比想象中要结实得多，正好能用来稳住身形。本以为局面已经稳住了，可就在这一瞬间，柳灿硕像是察觉到了什么，整个人突然定在了原地。柳灿硕刚发现左边有大批怪物扑过来，还没来得及提醒，尚雅就回了一句让人心惊胆战的话，他说这事儿包在他身上。还没等柳灿硕反应过来，这姑娘直接一个原地大甩尾，整辆车像失控的铁饼一样横扫过去，把那群怪物全撞成了路边的碎渣。看着尚雅一边狂笑一边猛踩油门，柳灿硕在车顶被甩得怀疑人生，他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这姑娘开车这么疯，当初就算打死她，也得把驾驶位给抢过来。神殿的大门终于出现在眼前，柳灿硕赶紧催促尚雅冲进去，可回头一看，身后的怪物已经密密麻麻的追上来了。这要是被缠住，谁都走不了。尚雅倒是干脆，直接把断后的活儿揽到了自己身上。既然队友这么给力，柳灿硕也不再纠结，现在每一秒钟都是在跟死神赛跑。尚雅猛地把油门踩死，整辆车像发了疯一样冲向神殿，成败就在这一哆嗦了。既然这群怪物死缠烂打不肯放手，柳灿硕也不打算再客气了。他反手释放出大招，紫色的火焰瞬间吞噬了整段楼梯。他并不是想直接烧死这些家伙，而是要彻底抹掉地面的摩擦力。这一招简直是神来之笔，没了立足点，再凶猛的怪物也只能在原地打滑。看着身后乱成一团的局面，他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深处。幸存者正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尚雅提着刀帅气登场，本以为是救星降临，结果他刚爆出猎人协会的名号，局面就彻底失控了。幸存者像见了鬼一样疯狂尖叫，那架势恨不得把嗓子都喊破。尚雅这下也懵了，赶紧摆手解释自己是来救人的，不是来抓他的。可幸存者根本听不进去，他一边崩溃大哭，一边拼了命地让尚雅快跑。看他这副被吓破胆的样子，这附近恐怕还藏着比死更可怕的东西。巨大的武士怪物突然杀到，尚雅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这股恐怖的压迫感死死锁住。就在刀锋落下的瞬间，柳灿硕闪身冲到了最前面，硬生生架住了这是陈立猛的一击。他头也不回的对尚雅喊道：“赶紧带上幸存者撤到车里去，这家伙交给我来处理。”紫色的火焰再次从他身上炸开，看来这一战他是打算彻底动真格的了。面对这种体型悬殊的怪物，硬碰硬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但柳灿硕根本没打算退缩。这一击是大力沉，换做别人早就被拍成肉泥了，可他偏偏接住了。胜负的关键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真正的反击现在才要开始。尚雅这一招直接锁定了胜局，伴随着一声怒吼，巨大的怪物被彻底碾碎在车轮下。战斗结束的比想象中快，但柳灿硕显然更担心另一件事，他一脸严肃的叮嘱：“回去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再抢方向盘了。”尚雅没好气的答应着，催促他赶紧上车，毕竟人质已经全部救出，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本以为能顺利撤离，谁知黑暗中突然冒出无数双红眼睛，这群怪物竟然还没死透。柳灿硕盯着眼前的烂摊子，语气冷静的让人发毛。他转头看向尚雅，开口就是要借人家的命根子，把你的剑给我用用。尚雅当场就炸毛了，对剑士来说，借剑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可柳灿硕根本不给他犹豫的机会，直接把难题抛了回去。到底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这么多条人命重要？这下轮到尚雅没话说了，看着步步紧逼的怪物，他只能做出那个最艰难的决定。尚雅最终还是把剑扔了过来，柳灿硕稳稳接住，但这还不够。面对眼前的死局，他必须掏出压箱底的宝贝了。他低声嘟囔了一句，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动用这玩意儿。随着手被亮起幽蓝的光芒，一段尘封的回忆被唤醒。那是几天前在桥头岛的任务中，他在废墟里发现的一副手套。起初谁也没把它当回事，以为只是普通的防具。可当他第一次戴上它时，那股奔涌而出的能量让他瞬间意识到，这东西绝对能改变战局。现在这副不寻常的手套再次亮起，这副手套的原理总算搞清楚了，它能疯狂吸取周围的能量。虽然只是个辅助用的充电宝，但对现在的他来说，这玩意儿就是翻盘的神器。根据手套能储存的能量上限，他算出了一个精确的时间，5分钟。在这短短的5分钟里，他能爆发出的战斗力，甚至足够跟李炫熙掰掰手腕。柳灿硕反手握紧长剑，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既然只有5分钟，那就要在能量耗尽前，把眼前的麻烦彻底解决掉。谁也没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只看到几道紫色的光影闪过，刚才还成群结队的怪物，瞬间就变成了一地零件。尚雅整个人都看傻了，这么多难缠的家伙，居然被他一个人一眨眼全清了，这战斗力简直离谱。柳灿硕根本没打算停下来显摆，他收起长剑，语气里听不出一点波澜：“别在这愣着了，赶紧去港口！”众人一路狂奔，终于看到了港口的影子。
可尚雅心里很清楚，甩掉这波怪物只是个开始，真正的麻烦恐怕还在前头等着他们。这些怪物简直没完没了，从四面八方疯狂扑向这辆破车。尚雅看着快要散架的车身，急得想下车跟他们拼了。柳灿硕却异常冷静，只回了3个字：继续开。就在车子快被淹没的一瞬间，车身突然炸开一道耀眼的蓝光，那些靠近的怪物直接被这股能量震飞了出去。紧接着，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原本发了疯一样追击的怪物群，竟然在同一时间全部定在了原地。尚雅看着窗外这离谱的一幕，感觉他们不像是放弃了，更像是撞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难道说前面还有更恐怖的东西在等着？看着墙上闪烁的金色法阵，柳灿硕终于亮出了底牌。这招叫神圣加护，是他专门用来对付怪物的杀手锏。尚雅听得一头雾水，追问他到底是从哪学来的，他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这是在另一个世界学到的招式，就算教给你，你也根本学不会。虽然感觉到自己的实力在稳步提升，但柳灿硕心里很清楚，这招并不是万能的。尚雅好奇地问：有了这招是不是就能横着走了？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要是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这玩意儿对付普通小怪还行，要是遇上那些真正恐怖的家伙，恐怕一点用都没有。一个浑身冒着蓝光的武士怪物死死挡住了去路，他嘴里一直念叨着要保护祭品，那只血红色的眼睛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柳灿硕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这家伙身上散发出的气息竟然是传说中的心眼。尚雅也反应过来了，这种能预判敌人攻击的顶级神技，连成名的高手都很难掌握。眼前这个死掉的空壳怎么可能拥有这种能力？虽然周围的能量变得冰冷刺骨，但柳灿硕观察了一会儿，反而彻底放松了下来。他握紧武器，语气平静的让人心安。别被他的样子唬住了，这家伙没什么好怕的。大家传的神乎其神的心眼，在柳灿硕眼里，其实全都是唬人的假象。他头也不回的往前走，叮嘱身后的尚雅看仔细了，他要亲手演示一遍怎么破解这种看起来无敌的招式。就在武士怪物挥刀砍过来的一瞬间，柳灿硕竟然打算一个人硬刚。尚雅吓得大喊：为什么要一个人冲过去？他一边冷静地应对攻击，一边继续拆解对方的底细。所谓的心眼，其实就是身体在感受到杀气时产生的一种本能反应，只要释放出足够的压迫感，对方就会陷入这种被动状态。尚雅听得整个人都愣住了，那些传说中的心眼、剑诀，甚至是神剑合一的至高境界，在普通人眼里，那可是想都不敢想的神技。可就在说话间，柳灿硕已经找准机会，猛然出手，动作快到根本看不清。随着武士怪物瞬间崩碎，他只是轻描淡写的补了一句：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境界，其实真的没什么特别的。这下不仅是怪物，连尚雅的世界观都要崩塌了。在柳灿硕看来，所谓的觉醒其实是个陷阱，很多人被那些好听的名头给困住了，总觉得到了某个境界就足够了，但在真正的战场上，虚名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他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为了从这个陷阱里爬出来，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现在的他已经不需要任何名号来证明自己。看着怪物碎裂的铠甲，尚雅整个人都陷入了沉思。他原本以为对方的大招不过是心眼而已，可现实却狠狠打了他的脸。他开始怀疑自己在这次狩猎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眼前的柳灿硕已经强得有点不讲道理了，他不仅打破了实力的天花板，更彻底颠覆了尚雅对强大这2个字的认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层级的战斗。尚雅看着眼前的背影，心里很清楚，如果继续抱着这种半桶水的态度，绝对没办法变强。为了达成那个目标，他必须做出一个彻底的决定。他变得前所未有的认真。柳灿硕，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请你正式教教我吧。我想知道到底该怎么像你一样战斗。这一刻，他终于放下了所有的骄傲，而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他未来的命运。尚雅这次是认真的，他直勾勾地盯着柳灿硕，要求来一场动真格的特训。柳灿硕显然有点没反应过来，毕竟平时的指点已经不少了，但对尚雅来说，那些不痛不痒的演示根本不够。他太清楚自己现在的实力了，如果不走捷径，根本没机会亲手毁掉沙袋俱乐部，那可是世界最危险的8大侵蚀区之一，曾经一瞬间就吞噬了整个山脉，这种目标简直疯了。柳灿硕沉默了片刻，最后只问了一个问题：你这么拼命，难道是为了复仇？尚雅大方承认了，他确实是为了家人复仇，而且他不仅有决心，手里还有让人无法拒绝的筹码。谁能想到，这个整天拼命训练的女人，竟然是顶级财阀 KY 集团的大小姐，身价高到让人不敢想象。她递出一张名片，开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只要能让她变强，那些市面上根本见不到的顶级灵药，她可以无限量供应。在尚雅看来，这绝对是一场双赢的交易，因为她觉得柳灿硕也渴望变强，而这些灵药能帮他达到目标。但他根本不知道，柳灿硕心里真正追求的高度和他理解的变强完全不在一个维度。柳灿硕变强的理由很简单，他不是为了名利或者地位，只是想让这个崩坏的世界重新回到原本的样子。所以面对尚雅提供的顶级灵药，他连看都没看一眼。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他不需要，只要能把基础物资准备好就行。比起这些，他更关心车里那些伤员的情况，必须立刻把他们送去救治。医生检查完后摇了摇头，这7个病人的身体太虚弱了，就算全力抢救，至少也要1周才能开口说话。既然这边的事情急不来，柳灿硕也不打算浪费时间。他转过头盯着尚雅，语气冷得让人发毛。走吧，特训现在就开始。特训还没开始，柳灿硕就先抛出了一个难题。他问尚雅，如果他现在全力挥动长矛，他能不能躲得掉？
尚雅听完愣了一下，这不明摆着没戏吗？两人的实力差距摆在那，硬碰硬根本没有胜算。但柳灿硕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说只要把感官推向极限，就一定能躲开。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甚至用鼻子和皮肤去捕捉气息。只有全神贯注地掌控所有感官，才能在意识的领域里战斗。还没等尚雅反应过来，柳灿硕已经猛地握紧了长矛。这一击可不是在开玩笑。话还没说完，柳灿硕整个人就没影了。尚雅甚至没看清他的动作，只能凭直觉去听声音。可惜他还是猜错了，柳灿硕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身后，长矛的寒光直接锁定了要害。太慢了，柳灿硕冷冷地提醒他，在真正的战场上根本没有时间让你去思考。如果你还在脑子里分析，那你的感官只会欺骗你，必须放弃思考，让身体本能地动起来。理论的东西就讲到这里，接下来的训练，柳灿硕可要动真格的了。守卫们还在互相闲扯，根本没意识到死神已经走到了跟前。其中一个守卫刚想抱怨几句，突然感觉气氛不对，但这反应还是太慢了。就在这一瞬间，局面彻底失控。尚雅和柳灿硕像两道闪电，直接杀出重围，坚硬的地面被瞬间震碎，碎石满天飞。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突袭，而是单方面的碾压。守卫连求救信号都发不出来，就已经被这股恐怖的力量彻底淹没了。尚雅已经拼尽了全力，但在柳灿硕的攻势面前，他发现自己根本躲不开，这种速度简直让人绝望。就在他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柳灿硕突然收手了。他说尚雅现在已经能勉强挡住攻击，第一阶段的特训到此为止。还没等尚雅喘口气，守卫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说有个幸存者终于醒了，这可是个关键人物。柳灿硕立刻赶到了医务室，病床上的女人虽然虚弱，但她带回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她说当时有一辆卡车直接冲进了她被关押的地方。幸存者接下来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脊背发凉。他说从卡车上下来的那些人表现得异常冷静，甚至连怪物都在帮他们干活。柳灿说这才反应过来，难怪之前发现的人质数量对不上，原来那些神秘人早就挑走了一部分人，把他们带上了卡车。本以为有人能逃出来是万幸，可尚雅却冷冷地打断了他，那根本不是什么死里逃生，而是对方故意放出来的诱饵。这下逻辑全通了，两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猎人都差点折在里面的鬼地方，一个普通平民怎么可能跑得掉？除非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陷阱，对方正等着他们自己跳进去。尚雅在一旁默默观察，他分不清柳灿硕是因为被小看了，还是因为对方这种没底线的做法，才散发出这么恐怖的杀气。尚雅简直不敢相信，对方竟然狂妄到了这种地步。这种拿人命当诱饵的小把戏，彻底激怒了柳灿硕。为了找到更多线索，柳灿硕继续询问虚弱的幸存者，对方努力回忆着，提到了一个奇怪的细节，那个从卡车上下来的神秘人腰上挂着一个猫形吉祥物，因为对马机场的吉祥物正好就是一只猫，看来敌人的老巢已经暴露了。尚雅还没反应过来，柳灿硕就已经知道了答案，他甚至还有心思开玩笑，问尚雅的手机是不是摆着。柳灿硕还在喋喋不休地吐槽，说尚雅这种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根本不懂平民的生活，简直像个刚出山洞的原始人。柳灿硕的目光越过废墟，死死盯着远处的阴影，他已经找到目标了。出现在眼前的家伙长得实在是有够离谱，满脸都是密密麻麻的穿孔。柳灿硕甚至在心里嘀咕，这家伙是把脸伸进缝纫机里了吗？虽然长相看起来很滑稽，但柳灿硕心里清楚，能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的绝不是什么普通角色。对方也发现了他们，露出一抹诡异的冷笑，主动打了个招呼。挡在路中间的男人终于报上了名号，他叫智贤。智贤一脸傲慢地说，是我保住了你们的命，让你们能活着站在这里。柳灿硕和尚雅对视一眼，活着？这话听着可不像是什么恩赐。智贤冷笑着从身后拎起一个血肉模糊的人，既然你们不领情，那就让你们看看另一种下场。他像扔垃圾一样把那个半死不活的人甩在地上，这下麻烦大了，这家伙根本不是来帮忙的。尚雅在一旁看得脊背发凉，他终于看清了智贤的手段，这家伙竟然把活人直接扔进侵蚀区里，只要核心不被破坏，掉进去的人根本没法逃出来，只能在那里面等死。可接下来的画面让所有人都没法冷静了，那个被扔下去的人竟然当场发生了变异，现在已经彻底变成了怪物，这下局面完全失控了。智贤看着眼前的怪物，一脸嫌弃地摇了摇头，他说这种没用的容器根本变不出什么好东西。话音刚落，智贤直接出手，瞬间就把变异的怪物给解决了，那动作干脆的让人心惊。柳灿硕和尚雅都看傻了，难道这家伙要把所有人都变成那种怪物？智贤冷笑着给出了答案，他说普通人的命根本不值钱，牺牲再多也没用，想要制造出最完美的怪物，就要用像他们这样的人来当祭品。柳灿硕终于反应过来了，这帮疯子绑架人质根本就不是为了勒索赎金，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人质的身体，要把这些活生生的人全都变成那种恐怖的怪物。智贤站在远处一脸不屑地看着他们，他说自己本来懒得废话，但家里的长辈非要他解释清楚。他整了整衣服，报出了一个名号，谭军后裔。这帮人为了一个疯狂的目标，已经彻底丧失了人性。智贤一边说着疯话，一边露出了那种让人发毛的眼神。他说为了保住现在的地位，必须建立一个没人敢叫板的强国，为了这个所谓的宏大目标，他们可以牺牲任何人，甚至把整个世界都拉下水。话音刚落，他猛地一脚踏向地面，整条街道瞬间崩塌，周围的汽车像玩具一样被掀飞。这种压倒性的力量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对抗的，看来他这次是动真格了。
智贤这一脚下去，威力简直大得离谱，整条街道瞬间炸裂，连重型汽车都被掀到了半空。这种怪物级别的战斗力，让周围的一切都成了碎片，场面完全失控了。柳灿硕看着眼前的景象，无奈地叹了口气，他说：“饶了我吧，面对这种不讲理的力量，光是站稳就已经拼尽全力了，接下来的仗到底该怎么打？”柳灿硕听完对方的疯话，忍不住反问了一句：“现在的国家已经够强大了，你们到底还在执着什么？”但智贤根本听不进去，他像发了疯一样咆哮着，大喊：“这一点点地位根本不够，他要建立一个绝对的强国，一个让全世界都感到恐惧，谁也不敢小看的超级大国。”这种极端的狂热已经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他一边嘶吼着，一边再次发起了致命的攻击。智贤越说越激动，他开始疯狂咆哮，细数着这片土地曾经受过的屈辱，说以前总是被勒索，甚至连主权都被人抢走了。他大喊着绝不能忘记这些仇恨，要把所有的痛苦全都加倍还回去。柳灿硕一边抵挡攻击，一边冷静地观察局势。对方虽然没拿武器，但那可是跆拳道黑带，而且这家伙的速度比预想中还要快得多。就在这时，智贤全身爆发出恐怖的气场，他已经彻底疯了，这一击是奔着要命去的。柳灿硕在激战中冷静分析，对方的速度确实惊人，但力量还在他的承受范围内。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智贤刚才说的那些疯话，在逻辑上竟然该死的有道理。如果所有的侵蚀区都消失了，这个国家确实很难维持现状。柳灿硕意识到，这帮人从头到尾就没想过要救市。智贤冷笑着承认了，他说：“就是，当然没那个打算。”尚雅在一旁听得火冒三丈，他质问智贤：“现在到处都是危险，你难道分不清轻重缓急吗？”智贤却头也不回的反击，他说：“真正不明白状况的人其实是你们。”智贤突然抛出一个重磅炸弹，他说：“他们已经找到了控制侵蚀区的方法。”这句话让柳灿硕彻底愣住了，他在心里飞快的盘算，如果这是真的，那一切规则都要被改写了。只要能控制那些危险区域，就再也不用过这种随时会丢掉性命的日子。谁不想安稳的活下去呢？想到这，柳灿硕竟然开口了，他说自己愿意配合，甚至只要条件谈得拢，他可以把尚雅直接交出来。尚雅在旁边听得心惊胆战，忍不住愤怒地尖叫他的名字。谁能想到并肩作战的队友竟然会当场反水？可结果呢？智贤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下局面彻底尴尬了。柳灿硕不仅卖了队友，还没换来对方的一丝信任。原来刚才的倒戈全是演戏。柳灿硕瞬间变脸，直接抓住了对方话里的漏洞。智贤说他们已经实现了充分控制。柳灿硕立刻冷笑着反问：“充分？那不就是还没完全控制吗？”他接着开启了毒舌模式，直指智贤这帮人就是一群骗子，只会动嘴皮子，根本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柳灿硕越说越过分，骂他们只是一群装模作样的混混，根本不配谈什么远大理想。智贤这下彻底破防了，他愤怒地咆哮着让对方闭嘴，紧接着一记重踢，直接把脚下的地面震成了碎片。柳灿硕在心里嘀咕，刚才那番毒舌是不是演过头了？其实他压根没想硬碰硬，只是想通过嘴炮拖延点时间，好让自己恢复一下法力。毕竟以他现在的状态，根本放不出那个压箱底的大招，只能靠现有的技能勉强支撑。可计划赶不上变化，还没等他想好下一步怎么走，战场上异变突生。智贤正被刚才的话气得够呛，根本没注意到侧方的危险。就在这一瞬间，一道狂暴的闪电破空而至，是尚雅出手了。这一击快到让人根本没法反应，局面再次发生了反转。智贤看着眼前的尚雅，语气里全是轻蔑。他说：“还以为这小姑娘早就被吓得动弹不得了呢。”他甚至还调侃尚雅，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行了？柳灿硕见状赶紧阻拦，他知道对方实力太强，让尚雅千万别插手。可尚雅根本没打算退缩，他头也不回地反驳道：“别装了，你的法力早就干了。”他早就看穿了柳灿硕的虚实，知道他现在只是在硬撑，最需要的就是恢复时间。这一刻，尚雅决定独自顶上去，哪怕对手再强，他也要为队友争取最后的机会。尚雅冷静地问了一句：“还要多久才能恢复？”柳灿硕给出的答案是5分钟。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5分钟实在太久了。尚雅二话不说，直接掏出一管蓝色药剂灌了下去。空掉的药瓶被随手扔在地上，他周身的雷电瞬间暴涨，语气坚定地告诉柳灿硕：“接下来的5分钟交给他就行。”柳灿硕在后面看得心惊胆战，他大声质问尚雅到底喝了多少。这种药剂虽然能强行提升战力，但过量使用的后果就是身体过载。尚雅这是打算豁出命去，也要守住这最后的5分钟。现在已经是生死关头，机会只有这一次了。尚雅低声确认着最后的计划。柳灿硕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只要能撑过这5分钟，他就有把握彻底终结这场战斗。尚雅最后叮嘱了一句：“柳灿硕，你绝对不能输，这不仅是对队友的信任，更是他拼死一搏的理由。”话音刚落，天空中雷声大作，一道狂暴的闪电瞬间贯穿了黑夜。尚雅彻底爆发了，他要用这5分钟的时间为最后的反击杀出一条血路。智贤面对扑面而来的雷光，不仅没躲，甚至还笑出了声。他让尚雅放松点，万一自己失手把他杀了就不好了。尚雅根本没理会他的挑衅，他将全身的能量汇聚在一点，狂暴的雷霆瞬间炸裂，直接把智贤整个人都淹没了。看着眼前的强光，尚雅心里也在打鼓，这一招到底打中了没有？
可还没等烟尘散去，智贤那令人发毛的声音再次响起。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迹，一脸轻松地说：“这招怎么跟挠痒痒一样？”尚雅被一股巨力直接掀飞，整个人重重地摔向后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双有力的手稳稳接住了他。柳灿硕低头看着怀里的队友，眼神里透着让人胆寒的杀气。他冷冷地看向智贤，只问了一句：“准备好受死了吗？”智贤这下彻底懵了，他能感觉到柳灿硕身上的魔力正在疯狂飙升，这强度跟刚才简直判若两人。这种恢复速度根本不合逻辑，智贤心里开始发虚，难道这家伙从一开始就一直在隐藏真正的实力？柳灿硕看着一脸震惊的智贤，语气里满是不屑。他不仅一眼看穿了对方能力的秘密，还顺带嘲讽了一句：“只有傻子才发现不了。”智贤这下彻底慌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底牌，在对方眼里竟然像透明的一样。更让他绝望的是，因为他刚才用力过猛，导致大量的魔力正在向外泄露，而这些被浪费掉的能量，竟然全成了柳灿硕的补给。智贤还在疯狂摇头，觉得这根本不可能，没人能吸收这种散掉的魔力，这完全不符合常理。柳灿硕根本懒得跟他废话，他握紧手中的长矛，冷冷地丢下一句话：“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反正你今天死定了。”这一招快到根本看不清动作，紧接着就是恐怖的16连击，每一击都精准地砸在要害上，空气中全是长矛划破的爆裂声。智贤这下彻底栽了，连心跳都快感觉不到了，只能勉强靠着最后一点能量死撑着不倒下去。柳灿硕冷冷地看着他，既然全身力气都被废了，这种无谓的自尊心根本救不了他的命。就在智贤绝望求救的一瞬间，变数突然降临，这道光到底是谁出的手？刚才那一剑差点就废了柳灿硕的手，这突如其来的偷袭让局面瞬间变得凶险起来。对方穿着一身斗篷，语气里透着一股傲慢，直夸柳灿硕的直觉不错，竟然能躲过这致命的一击。柳灿硕盯着眼前的神秘人，这年头居然还有人用弓箭，看来智贤口中的那个队长终于现身了。虽然不想承认，但这家火散发出的压迫感比之前的对手强了不止1倍，这家伙的实力恐怕比预想的还要强3、4倍。他居高临下的盯着柳灿硕，语气里全是威胁，问他是不是真的不怕死。柳灿硕心里很清楚，对方要是真想下杀手，自己刚才根本躲不过去。既然他还没动手，说明事情还有转机。此时的智贤已经被火焰吞噬，只能发出微弱的求救声，局面变得越来越紧迫。神秘队长终于发话了，他命令柳灿硕立刻灭火救人，而且这种话他绝对不会再说第2次。柳灿硕心里一阵后怕，刚才那一剑要是瞄准脑袋，他的命现在已经没了。对方显然是在手下留情，智贤现在的状态极差，魔力早就被抽干了，全靠那个穿斗篷的家伙用自己的魔力强行吊着一口气。还没等柳灿硕反应过来，对方已经瞬间闪到了跟前，这速度快到根本看不清。他稳稳地接住了倒下的智贤，队长冷冷地盯着柳灿硕，语气里听不出任何感情。他问柳灿硕知不知道这一战到底把智贤害成了什么样？智贤这辈子算是彻底毁了，全身肌肉力量丧失，以后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队长缓缓念出柳灿硕的名字，这下麻烦真的大了。神秘队长下了最后通牒，虽然他接到的命令是活捉，但只要柳灿硕还有一口气在，缺胳膊少腿他根本不在乎。柳灿硕也是个硬骨头，直接叫板让对方尽管试试，与其被抓去当傀儡，他宁愿当场自我了断。就在气氛降到冰点的时候，对方却突然收了手，他说还没搞清楚那种火焰的原理，今天就先到此为止。临走前这家伙还留下话来，当初没人相信腐蚀裂缝能被控制，但他偏偏就做到了。说完便带着废掉的智贤消失在阴影之中。神秘队长虽然撤了，但临走前留下的那句话简直让人不寒而栗。他说总有一天柳灿硕也会变成他的傀儡。看着满地的废墟，柳灿硕心里暗骂了一句，这下真是惹到了一个脾气最臭最难缠的对手。柳灿硕无奈地叹了口气，虽然他知道对方想要什么，但至于为什么要盯着他不放，现在还是个解不开的谜。尚雅一瘸一拐地走过来，直接点破了问题的核心。看来那些人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冲着柳灿硕的特殊能力来的。尚雅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如果对方真的是恐怖分子，趁他昏迷的时候直接拿他当人质，不是更省事吗？柳灿硕推测，可能是因为他的家族背景，让那些人不敢轻易动他。但尚雅却摇了摇头，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那些人的所作所为，甚至可能得到了上面的默许，这背后搞不好有更大的靠山。柳灿硕这下反应过来了，既然对方能控制腐蚀裂缝，那现在去破坏它，岂不是等于再断某些人的财路？尚雅让他干脆装个糊涂，可柳灿硕这性格根本不会撒谎，他决定先把这些烂摊子放一边，让尚雅留在原地接应。接下来的路他要一个人走。尚雅还是有些不放心，毕竟谁也不知道那些疯子在裂缝深处到底布置了什么陷阱。柳灿硕倒是很淡定，他说有些事情只有进去了才能看得明白。他让尚雅留在原地好好养伤。交代完这一切，他直接纵身一跃，整个人瞬间被黑暗吞没，没有留下一丝犹豫。穿过层层迷雾，眼前的景象让他停下了脚步。一座阴森的古塔赫然耸立，这里就是对马岛2级腐蚀裂缝。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柳灿硕站在巨大的门扉前，这就是传说中的2级腐蚀裂缝。眼前的建筑宏伟的有些诡异，完全不像是不死生物该住的地方。他伸手试探了一下，这地方稳固的超乎想象，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死气，压抑的让人几乎无法思考。
这种感觉绝对错不了，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提醒。就在这扇大门的背后，藏着一个极其恐怖的存在。柳灿硕心里很清楚，这里就是腐蚀裂缝的最深处。虽然他不喜欢在开打前想太多，但这种级别的对手，只要稍微分神，就可能丢了性命。随着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愣住了。没有预想中的怪物大军，大厅中央竟然只放着一个鼎，这东西正冒着诡异的绿光。难道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药鼎，就是整个2级腐蚀裂缝的核心？眼前的景象跟预想的完全不一样。还没等柳灿硕看清那个药鼎，一个男人正拼命向他爬过来，他的双腿已经没了，只能一边吐血一边发出绝望的哀求。就在柳灿硕愣神的瞬间，鼎里突然伸出几条诡异的触手，像是有生命一样，死死缠住了男人。任凭他怎么哭喊求救，都没有任何作用。男人被一股巨力直接拽起，整个人被强行拖进了药鼎里。随着一阵绿光闪过，大厅里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还没等柳灿硕缓过神来，一只惨白的手猛地扣住了鼎边缘，紧接着，一个浑身散发着绿光的怪物嘶吼着从药鼎里爬了出来。这一幕让柳灿硕彻底看清了真相，原来这个诡异的药鼎竟然是用来制造不死生物的。更残忍的是，他竟然是把活生生的人丢进去，直接炼化成这种毫无理智的怪物。耳边全是凄厉的惨叫声，看着活人被丢进火里炼化，柳灿硕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忍不住咒骂这群恶心的家伙，简直没把人当人看。可就在这时，黑暗中传来一个阴森的声音，对方把柳灿硕也当成了祭品，甚至还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神秘人一步步走近，他察觉到柳灿硕身上有一股非常凶猛且熟悉的能量，看来这次柳灿硕是彻底被怪物盯上了。幕后黑手在暗处冷笑着说：“这就是战士的能量。”怪物冷冰冰地开口：“拔刀吧，我要用你的血来祭刀。”这股压迫感简直要命。柳灿硕怎么也没想到，眼前的怪物竟然只是个傀儡，那个穿斗篷的神秘人居然能活捉并操控这种级别的怪物。不对，柳灿硕生前根本没这么强，这说明幕后黑手的实力早就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怪物冷笑着宣告：“面对我，哪怕只有一瞬间的大意，下场也只有死路一条。”太快了，柳灿硕差点没跟上对方的动作。看来这家伙的命确实够硬。既然这样，对付强敌的办法就只有一个，抢在对方发现弱点之前，必须一招定胜负。这可是柳灿硕最强的一击，本以为能直接分出胜负，结果竟然被挡住了。而且怪物只用了一只手，就稳稳接住了这开山裂石的力量，这怎么可能？更离谱的事情还在后面，对方不仅挡下了攻击，甚至连一步都没有后退。柳灿硕彻底懵了，刚才那一瞬间，他甚至没看清对方是怎么出手的。柳灿硕冷笑着嘲讽：“真正的快攻本来就是肉眼无法捕捉的。”话音刚落，剑锋已经划破了怪物的肩膀。虽然躲开了要害，但对方的速度竟然还在提升。既然你能躲开第一下，那这一招你再挡挡看。这一剑太狠了，柳灿硕虽然勉强躲开，但飞溅的血迹说明他已退无可退。没想到这么快就要使出压箱底的悖论之火，黑色火焰瞬间缠绕全身。可就在这时，柳灿硕意识到一个致命的问题：怪物现在根本不是活人，而是一个纯粹的能量体。这意味着所有的火焰攻击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局面已经彻底失控，柳灿硕在心里拼命寻找对策，可眼前的敌人根本不打算给他机会。柳灿硕冷笑着俯视他，就像在看一个垂死挣扎的猎物。他很好奇，到底要伤到什么程度，这小子才会彻底倒下。话音刚落，那只青绿色的能量巨手瞬间贯穿，速度快到连残影都看不清。这一击直接撕裂了柳灿硕全身的肌肉，他重重的摔在地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刚才那一下，柳灿硕差点就彻底断片了，但他发现对方似乎故意留了手，肩膀以上的肌肉竟然还能动，这是最后的机会。他强行催动悖论之火，修复身体，趁着烟雾缭绕，瞬间绕到了怪物的身后。本以为抓住了对方的死角，这一击绝对能中，可还没等他出手，耳边就传来了冰冷的声音：“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真的太慢了。”谁也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只听见血液滴落在地上的声音，在这死寂的空间里显得格外刺耳。柳灿硕甚至还没来得及回头，一柄冰冷的长剑已经从背后将他彻底贯穿。这一下真的是透心凉，他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变得异常艰难。而身后的怪物嘴角竟然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冷笑。刚才那一剑竟然刺偏了。怪物收起武器，调侃说：“柳灿硕运气真好。”可柳灿硕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直接拆穿了对方：“少在那扯淡了，以你的本事，刚才那一剑绝对能要了我的命。”他愤怒地质问对方：“为什么要一直留手？难道是觉得我可怜，才故意拿我寻开心吗？”怪物沉默了片刻，语气变得有些复杂。他说的没错，如果是以前的我，你确实已经死透了。这句话一出，柳灿硕整个人都愣住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怪物无奈的坦白，现在的他连一个名字都记不起来了，生前的记忆几乎已经彻底清空。当初就是因为记忆缺失，导致他的招式出现了致命漏洞，才会被那个神秘人击败，甚至被套上了这根屈辱的狗链子。柳灿硕在一旁听得心惊，这情况跟自己完全相反。对方虽然留下了肉体，但战斗经验和灵魂早就被掏空了。这就是那些家伙口中的控制吗？怪物死死抓着脖子上的项圈，他失去的不仅仅是名字，还有当初为什么要拔剑战斗的理由。柳灿硕感觉到周围的空气都在震动，这股气息越来越不对劲，难道这家伙又要变异了？幕后黑手在暗处冷笑着，现在的怪物满脑子只剩下浸透悲伤的怨恨，简直惨得让人看不下去。
就在这时，怪物低垂着头，像个断了线的木偶一样站在那里，浑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寒意。虽然他的怨气变得越来越重，但系统给出了致命的评价，他已经失去了生前引以为傲的技巧。现在的他不过是一个空有力量却根本不会用剑的疯子。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彻底沦为傀儡的怪物，柳灿硕心里很清楚，只要对方不能一招秒了我，那就还有翻盘的机会。既然技巧已经没用了，那就干脆硬碰硬。为了彻底击败这个怪物，他决定不再保留，要把所有的家底全掏出来。紫黑色的能量瞬间炸裂，这一击将决定所有人的生死。谁能想到，在这么绝望的死局里，他竟然还有底牌。黑色的火焰瞬间吞噬全身，这不是自焚，而是在强行修复所有的伤口。怪物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这火焰烧的可不只是肉体，更像是在吞噬某种无形的东西。柳灿硕冷笑着摊牌了，这火烧的是概念，听着挺唬人，但真正的危机才刚刚要开始。这招玩得越大，反噬就越狠，稍有不慎就会把自己搭进去。现在的他就像是拿着一把水果刀去硬碰人家的重型大剑，但局面已经到了这一步，他决定不再留手，哪怕是自毁也要强行开打。他盯着眼前的敌人说：“我要烧掉这里的耐久度。”怪物听得一脸懵，根本不知道死神已经盯上他了。这一击是大力沉，直接把怪物给打懵了。柳灿硕冷笑着说：“挨打的时候你就慢慢体会吧，既然已经摸到了这家伙的底线，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他也想看看现在的自己到底能强到什么地步。柳灿硕冷冷地丢下一句：“换个地方打吧。”话音刚落，整座古老的建筑瞬间崩塌，两人直接杀到了半空中。这已经不是普通人的战斗，青蓝色的能量和黑色的残影在废墟中疯狂碰撞，谁也看不清他们的动作，只能看到漫天的流光，把整个天空都给撕碎了。这下是真的要变天了，胜负就在这一瞬之间。怪物的攻势越来越猛，每一刀都奔着要害去。柳灿硕只能横矛死死挡住。就在火星四溅的瞬间，他察觉到了不对劲，这家伙的力道竟然在变弱。好机会！柳灿硕侧身一闪，手中的长矛顺势划出一道弧光，直接撕开了对方的防御，得手了。这一击重创，彻底打乱了对方的节奏。漫天的巨石瞬间炸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这些障碍根本不够看。柳灿硕从废墟中破空而出，手中的长矛闪烁着寒芒，整个人化作一道白光，这速度快到肉眼根本跟不上。他就像一颗陨石，直接贯穿了整个战场，谁也拦不住现在的他。这一击就是要彻底终结比赛。这家伙从高空死死锁定了目标，面具下的绿光透着一股让人发毛的杀气，躲是躲不掉了。柳灿硕直接选择硬碰硬，手中的长矛爆发出最强的一击，两人在半空中杀红了眼，蓝色的能量刃像雨点一样炸开，把周围的空间都给搅碎了。这一场硬仗，谁要是退后半步，下场就是粉身碎骨。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柳灿硕这下彻底懵了，哪怕是在以前最惨烈的战场上，他也从来没见过这种诡异的力量。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没等他想明白，对面的怪物已经开始不对劲了，这家伙的身体竟然在慢慢消散。紧接着，一道十字星芒在空中瞬间凝聚，那股压迫感简直让人喘不过气。这家伙还在做最后的困兽之斗，面具下的咆哮声震得人耳朵疼，但他越是挣扎，身上的裂痕就崩得越快。柳灿硕根本不打算给他喘息的机会，整个人化作一道黑影，从高空再次俯冲而下。就在两人错身的瞬间，长矛直接贯穿了那具残破的身体，动作干净利落，没有半点拖泥带水。随着一声闷响，怪物的身体彻底炸成了碎片。这场要命的对决总算是画上了句号，两股力量撞在一起，谁也不肯退后半步。就在这毁天灭地的爆炸中，柳灿硕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要是哪天你遇到了一个根本不可能打赢的怪物，你会怎么办？我只是有点好奇。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出现，可不是什么好兆头。难道眼前的这个家伙就是那个绝对无法战胜的存在？李炫熙看着眼前的年轻人，突然抛出了一个很沉重的话题：要是哪天你遇到了一个跟你实力一模一样的高手，你会怎么办？李炫熙愣了一下，他从来没想过这种假设，一个绝对无法击败的对手，或者说一个跟自己旗鼓相当的影子。李炫熙的语气变得异常冰冷，这还不简单吗？既然大家水平都一样，那拼的就是谁更不要命。这种战斗没有平局，在我跟他之间，注定只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来。硝烟散去，柳灿硕居高临下的看着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对手，现在只剩下一点残存的微光，在风里摇摇欲坠。胜负已经分出来了，不管对方之前有多狂，现在也只能接受灰飞烟灭的结局。柳灿硕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那种掌控全局的自信。有一件事现在可以确定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才是那个最强的存在。战斗总算结束了，柳灿硕看着眼前的怪物彻底消散，真正的重头戏才刚要开始。伴随着一阵蓝光，属于胜者的奖励准时出现。柳灿硕笑着说：“看来这里的掉落规则跟另一个世界完全一样，这下事情就简单多了，只要拿到里面的东西，接下来的计划就稳了。”柳灿硕从宝箱里翻出一把短矛，但这长度看着实在有点尴尬，说是长矛，倒不如说是一把大号匕首。他试着往里面注入魔力，谁能想到这玩意儿居然唰的一下变长了。柳灿硕笑着说：“原来这武器能随心所欲的伸缩，这下实战可有意思了。”不过他也发现了一个细节，这次的奖励似乎是根据进入副本的人数来定的。柳灿硕站在原地开始复盘，他觉得自己这波确实失策了，早知道就该把上牙也带进来，找个地方把它藏好，这样奖励拿得更稳。
他低声嘀咕着，也不知道尚雅那把剑现在到底怎么样了。镜头一转，回到了现实世界的建筑里，原本还在昏睡的尚雅，像是感应到了什么，突然睁开了眼睛。柳灿硕带着战利品回来了，他随手把一把长剑丢在尚雅身边，尚雅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这把散发着寒光的武器吸引了。柳灿硕语气平淡地说：“路上捡的，看原主人的样子，这剑应该不错，你拿着用吧。”尚雅拔出长剑，仔细观察，这成色确实是极品，但他更担心柳灿硕的安危。这地方哪能随便便捡到这种宝贝？柳灿硕却根本不想多解释，直接打断了他的追问。既然休息够了，接下来的计划也该开始了。柳灿硕丢下一句要休息，整个人就直接瘫倒在地上。这断电的速度把旁边的尚雅都给看傻了。谁能想到，刚才还威风凛凛送神兵的大佬，这会儿居然真的秒睡了。但大家别忘了，在猎人的世界里，2级和3级之间隔着一道天堑。柳灿硕这次单枪匹马搞定2级副本，这消息要是传出去，整个世界恐怕都要炸锅了。消息传得比病毒还快，大街小巷都在议论那个怪物新人，单枪匹马搞定2级副本，这在普通人眼里简直就是神迹。大厦屏幕上全是他的照片，所有人都在问这家伙到底是谁。柳灿硕这下是真的彻底火了，但他本人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看着手机里密密麻麻的未接来电，他无奈地叹了口气，这下别说接电话了，恐怕连大门都出不去了。就在柳灿硕躲清静的时候，一个叫阿美丽斯特的女人找上了门。她自称来自一个神秘组织，不仅帮柳灿硕付了昂贵的住院费，还提供了一套高级住所。柳灿硕心里很清楚，这世上可没有免费的午餐，对方既然赊得砸这么多钱，背后的目的肯定不简单。他也没打算绕圈子，直接开门见山的问：“说吧，你们花这么多心思，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柳灿硕想快刀斩乱麻，让对方直接把底牌亮出来，结果阿美丽斯可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反而笑眯眯地问他喜不喜欢吃蛋糕。这可不是普通的下午茶邀请。就在这看似轻松的氛围下，对方拿出了真正的重磅筹码，一个能抵御腐蚀实体的护盾发生器。这种级别的顶级装备，可比刚才那块蛋糕要诱人得多。看来这场谈判，柳灿硕是注定要被牵着鼻子走了。柳灿硕一边往嘴里塞蛋糕，一边确认这次的任务内容。原来对方是想让他护送那个护盾发生器。阿美丽斯特把这事儿说得神乎其神，甚至上升到了改变人类命运的高度。对方计划通过火车跨国运输，从海参崴一路送到荷兰。这一路上要经过多少危险地带，谁也说不准。本以为只是个普通的保镖活儿，可当柳灿硕听说连顶级工会都要加入时，他终于意识到这事儿闹大了，这背后的水比他预想的还要深。阿美丽斯特把话挑明了，现在的欧洲早就乱成了一锅粥，政府瘫痪，各大猎人公司像军阀一样割据一方，只有隔海相望的英国还算太平。柳灿硕一听就明白了，这趟横跨欧亚大陆的火车，在那些贪婪的军阀眼里，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宝库。他冷笑着总结，所以这一路上盯上这列火车的人肯定不少吧？阿美丽斯特没有否认，反而问了他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柳灿硕先生，你有过出国的经验吗？柳灿硕发现阿美丽斯特也要随行，心里忍不住吐槽，这女人说话的语气好像已经默认他会接下这活儿了。既然对方这么有诚意，柳灿硕也顺水推舟提了个条件，他点名要带上老搭档尚雅一起行动，毕竟在那种无法无天的地方，只有知根知底的人才最靠谱。阿美丽斯特显然记得这位强力援军，柳灿硕也没绕弯子，他答应过尚雅要一起行动。更重要的是，在那片混乱的土地上，他需要一个绝对值得信赖的后辈。阿美丽斯特爽快地答应了家人的请求。柳灿硕笑着伸出手，嘴上说着合作愉快，心里却已经开始盘算，这次任务就是他扩大影响力的最好跳板。待遇确实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为了接他去见各面，对方竟然直接动用了直升机，这就是单杀2级怪物的含金量。柳灿硕换上战斗服准备出发，他心里很清楚，这次要见的恐怕不是普通人，而是那位掌握大权的协会会长。会长亲自出面许诺，协会以后会全力支持他的行动。柳灿硕表面上客客气气，心里却很清楚，只要证明了实力，这世上的麻烦事儿都会变得简单。但他看着会长的背影，心里却冒出一个疑问，这个掌握大权的老头到底是真心想拯救这个烂透了的世界，还是想让这种混乱永远持续下去？毕竟在乱世里，权力才是最稳固的东西。就在他推开门的一瞬间，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愣住了。直升机上的老熟人竟然是李世恩，他调侃柳灿硕现在的名气，恐怕连边境上的守军都听过他的大名了。但寒暄过后，李世恩却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这次的目的地竟然是军事基地。原来军方也盯上了金运塔的委托，想要分一杯羹。柳灿硕立刻察觉到了背后的危机感，毕竟护盾发生器这种东西，一旦被国家机器彻底掌握，那国防对猎人的依赖就会直线下降。这已经不单单是一次任务，而是关乎所有人饭碗的权力博弈。李世恩突然提到了一个神秘组织谭军后裔，在柳灿硕看来，这不过是一群打着爱国旗号的恐怖分子。但李世恩的语气却很严肃，这帮人就像阴魂不散的幽灵，总是在猎人清理怪物的关键时刻突然跳出来横插一脚。虽然能理解他们的动机，但这种搅屎棍行为确实让人头大。为了应对接下来的局面，李世恩随手递给柳灿硕一个小玩意儿，这东西看者不起眼，却可能是这次任务保命的关键。看着手里莫名其妙的南瓜糖，柳灿硕整个人都懵了。李世恩却突然问他，以前是不是从来没出过国？这让他想起贾素贞也问过同样的话。虽然纳闷，但他
还是承认这是第一次走这么远？李世恩听完露出了神秘的微笑，直言难怪他现在还能保持这种想法，看来这次任务远没有想象中简单。李世恩话里有话，暗示柳灿硕即将看到的真相会彻底刷新他过去20几年的认知。说话间，目的的已经近在眼前，看着窗外掠过的宏伟建筑，柳灿硕心里清楚，接下来的这场硬仗恐怕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棘手。既然人都到齐了，这场决定生死的会议正式开始。安勋旭少将开门见山，直接甩出了这次行动的硬骨头。整整80节车厢的巨型列车，光是物资就占了大半，剩下的空间全是为了这次行动的战力准备的。柳灿硕看着手里的资料，不得不感叹：李世恩居然能一个人独占一整节车厢，这就是顶级猎人的排场吗？安勋旭少将话锋一转，说是怕猎人们太辛苦，想让军方也参与核心护卫，明摆着是想分一杯羹。谁知道李世恩根本不给面子，当场就把话给堵死了。这件事完全没得商量，他心里很清楚，盯着护盾生成器的势力太多了，除了他们工会的人，谁靠近都可能是个威胁。安勋旭这下算是碰了硬钉子，气氛尴尬到了极点，只能干咳2声，硬着头皮把会议继续下去。安勋旭少将指着地图，把这一路上的危险全摊开了，不仅要穿过好几个高危腐蚀区，还得防着西伯利亚那些要钱不要命的强盗。更糟糕的还在后面，他们给欧洲的8个军阀发了公函，结果只有3家给了面子。柳灿硕心里很清楚，没回信的那5个100%已经成了敌人。面对这么多怪物和武装势力，屋子里的人心里都没底了，甚至有人觉得这根本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人心惶惶的时候，李世恩直接站了起来。他的话不多，但每一个字都像定海神针，只要有他在，这趟列车就一定能平安抵达目的地。李世恩这番话显然是动了真格的。随着行动代号正式激活，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到了极点。俄罗斯海参崴火车站现在已经是人山人海，这列全长超过1公里的钢铁巨兽正静静地趴在铁轨上，等待着出发的时刻。柳灿硕看着望不到头的车厢，心里一阵犯嘀咕，光是走到头等舱，估计腿都要走断了。就在他准备登车的时候，耳边突然响起了尚雅的声音，他特意叮嘱千万别忘了之前的那个约定。尚雅早就等在站台上了，他提醒柳灿硕，只要这次任务顺利完成，之前答应的灵药一定会兑现承诺。柳灿硕有些纳闷，刚才在车上怎么一直没见着他？尚雅听了这话，语气里多少带点酸溜溜的味道，说你坐的是豪华头等舱，当然看不见我们这些普通人。顺着尚雅指的方向看过去，李世恩正独自坐在宽敞的车厢里，这排场确实不一样，这就是世界级猎人的特殊待遇。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柳灿硕心里咯噔一下，虽然对方看着挺温和，但那种无形的压迫感让他1秒钟都不敢放松。阿美丽斯特微笑着打了个招呼，问他有没有趁着出发前好好参观一下这辆列车。柳灿硕看着眼前的列车，感叹禁运塔这次真是下了血本，整辆车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铁桶阵。但他心里也有点犯嘀咕，把车造得这么扎眼，在荒野上不就成了活靶子吗？阿美丽斯特笑着摇了摇头，解释说这可是军用级别的平油装甲，虽然招摇了点，但防御力绝对是顶级的。更何况这次任务还有李世恩亲自坐镇，这无疑是给所有人打了一剂最有力的定心丸。既然万事俱备，这头钢铁巨兽终于发出了轰鸣，载着所有人的希望，正式踏上了这条生死未卜的旅程。还没等大家喘口气，57号车厢就传来了凄惨的求救声，守卫满脸是血的嘶吼着，说那边已经快顶不住了。柳灿硕二话不说直接杀向车顶，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心里一凉。列车才刚出发不到10分钟，成群结队的腐蚀生物就已经杀红了眼，这些怪物就像潮水一样，不管怎么砍杀都见不到头。柳灿硕咬着牙在怪群中冲杀，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如果有李世恩在场，局面绝对不会这么被动。更绝望的是，由于西伯利亚铁路损毁严重，这趟列车必须边修路边前进，可那些维修工根本没有自保能力，这意味着猎人们必须寸步不离，在怪物的疯狂围攻下，用命去填平这段通往生还的铁轨。谁能想到，指挥部竟然让李世恩去当保镖，把这种顶级战力定死在原地，简直就是大材小用。柳灿硕一边清理怪物一边咒骂，制定这个计划的人脑子肯定是被驴踢了，这完全是在自断双臂。看着漫天飞舞的腐蚀生物，他心里清楚，这块硬骨头只能靠自己啃了，这注定会是漫长的一天。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冰原上，真正的血战才刚刚拉开序幕。这体型差也太离谱了，在那个巨大的蓝色怪物面前，普通人简直就像蚂蚁一样渺小。尼古拉忍不住爆了粗口，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远处一个熟悉的背影让他愣住了，怎么又是那个混蛋？真是阴魂不散，难道这一切又是他在背后搞鬼？还没等他想明白，怪物那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已经彻底撕碎了血缘的宁静。看这架势，对方显然没打算放过任何活口。谁也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巨型怪物，瞬间就被炸成了漫天碎片，血雨直接洒了一地。尼古拉定睛一看，来的人竟然是老熟人李和宇，这家伙还是那副老样子，笑眯眯地说了一句好久不见，仿佛刚才那场屠杀只是随手打了个招呼。他不请自来，说是手里有个新活要办，结果刚到地方就撞见了这位哈巴罗夫斯克的统治者。看他这副云淡风轻的模样，接下来的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了。这个满脸横肉的光头就是尼古拉巴拉诺夫，他正对着李和允
骂骂咧咧，抱怨自己好不容易抓到的晚餐就这么被李和云给毁了。李和允倒是一脸嫌弃，一边擦着身上的血迹，一边吐槽俄罗斯人的口味太重，这种怪物居然也能下得去嘴。尼古拉冷哼一声，直截了当地问到底有什么买卖，还特意强调自己可不差钱。李和允笑了笑，抛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情报：一辆从海参崴出发的火车，这2天就会经过这里。看来这趟火车的货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尼古拉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西伯利亚铁路早就废了，火车怎么可能跑得起来？李和允却一脸淡定，说觉醒者里多的是奇人异事，只要材料够，他们能一边修路一边让火车狂奔。尼古拉更关心车里装了什么，但李和允却说货不重要，重要的是手车的人是谁。当听到糖果小姐李世恩的名字，尼古拉整个人都愣住了，那可是个出了名的硬茬子。不过这非但没让他害怕，反而让他兴奋地大笑起来。去抢李世恩护送的火车，这买卖才叫有意思。李和允纠正道，这次行动可不是为了抢钱，他们的目标是 Genevieve 工会死守的那节车厢。尼古拉脑子里只有暴力，提议直接把车炸个稀巴烂，结果被李和允一脸嫌弃地骂了一句下等的渣子。李和允拿出一个终端设备，要求尼古拉必须潜入车厢内部，把这玩意儿连上里面的系统，这才是计划的核心。至于事成之后那些货物是烧是毁，李和允表示他根本不在乎，甚至希望尼古拉能处理得干净点。一听到最后能大闹一场，尼古拉笑得合不拢嘴，这桩脏活累活他总算是痛快地接下了。尼古拉的野心可不只是货物，他狞笑着放出狠话，要让这趟列车变成人间炼狱。他要当着李世恩的面把剩下的猎人全部宰了，一个活口都不留。这种赤裸裸的挑衅伴随着他那令人发毛的狂笑，回荡在冰天雪地里。看来这场火车的保卫战注定要变成一场血腥的屠杀。谁能想到一个刚出道的菜鸟竟然一个人横扫了成百上千的怪物，这帮所谓的专业猎人全都被吓傻了。在他们眼里，这小子简直比怪物还要可怕。柳灿硕看着满地打滚的队友，心里只有嫌弃，战斗才刚开始，这帮人就已经废了。他冷冷地丢下一句，全都给我起来，任务还没结束呢。就在这时，上雅也看不下去了，让他赶紧收敛点，别在那一个人耍帅了。就在大家以为能喘口气的时候，轨道前方突然出现一团巨大的白色阴影，柳灿硕还以为是哪里发生了雪崩，可控制室那帮人真是疯了，明知道前面有障碍物，竟然还打算加速撞过去。李世恩立刻接通无线电，大声命令列车停下，因为他已经看清了，那根本不是什么积雪，那是冲着他们来的敌人。眼看列车就要撞上，李世恩直接拔出扩建，这一剑下去，局面恐怕要彻底失控了。还没等列车撞上去，密集的炮火就先炸开了。这帮人显然是有备而来，直接把列车的去路给断了。上雅整个人都懵了，这荒郊野岭的，到底是从哪冒出来这么多武装分子？柳灿硕倒是淡定得很，他提醒上雅动动脑子，在这片地界上敢这么明目张胆拦路的，只有尼古拉的武装团。看着黑压压的一片人影，李世恩立刻反应过来，这帮家伙根本不是路过，而是早就等在这儿打埋伏了。既然对方已经亮了底牌，李世恩也不打算客气，漫天的符咒瞬间铺开，真正的反击现在才开始。本以为李世恩一出手就能搞定，可谁能想到漫天的符咒竟然瞬间熄火，一道诡异的蓝色结界直接把他困死在原地。上雅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赶紧询问李世恩的情况，结果得到的回答让所有人的心都凉了半截。李世恩低声说，他的力量被彻底封印了。就在这时，无线电里传来了最绝望的消息，列车侧翼正在遭受猛烈攻击，而他们的指挥官李世恩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听到这个消息，在场的猎人们全都懵了，最强的底牌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被废了，这下麻烦真的大了。无线电里的声音听得人头皮发麻，整整500个敌人是咱们这边战斗力的10倍，这根本就是一场必死的局。可即便指挥官李世恩被封印了，上头的命令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死守列车，把这帮杂碎全部猎杀干净。李世恩虽然动弹不得，但那眼神恨不得把敌人生吞活剥。他咬着牙下达了最后的死命令，一个都别放过。谁也没想到，柳灿硕竟然第一个跳下了列车，他头也不回地叫上上雅，直接冲进了那片黑压压的人群。这疯子是不是不要命了？2对500，这在旁人眼里简直就是自杀。可看着这2个新人都这么拼命，剩下的猎人们也坐不住了。既然横竖都是死，那就干脆杀个痛快。李世恩在结界里拼命挣扎，他必须尽快打破这个牢笼，想破开这个封印，恐怕没那么容易。李和允慢悠悠地从暗处走了出来，李世恩死死盯着他，问这一切是不是他搞的鬼。李和允倒是一点不慌，反而笑眯眯地自报家门，他叫李和允，算起来还是李世恩的远房侄子，在这异国他乡打仗，居然还能碰上亲戚。李和允正得意地叙着旧，觉得局面已经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李和允看着李世恩手里那把断剑，笑得更狂了。他劝李世恩还是乖乖投降吧，没了武器，这封印他这辈子也别想破开。可他显然高兴得太早了，李世恩根本没理会他的嘲讽。只见他手里那截断掉的剑柄竟然再次爆发出耀眼的蓝光。李和允这下笑不出来了，他死死盯着李世恩手上的戒指，终于认出了这件难搞的神器——镜像戒指。这玩意的效果简直离谱，只要登记过的武器损坏，它就能立刻复制出一把新的，直接回到主人手里。
难怪刚才的封印会被强行炸开。李世恩根本不是在找什么破绽，他是在利用无限重铸的断剑，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劈砍，硬生生把封印给砸烂了。李和允忍不住吐槽他太暴力，李世恩却冷笑一声：“既然你觉得这招太粗鲁，那接下来的攻击你可得接稳了。”战场上的爆炸声还没停，半空中突然传来一阵狂笑，尼古拉踩起火焰从天而降，这家伙狂的没边，看着下面这几十个猎人，就像在看一群待宰的羔羊。他大声叫嚣着，让所有人放下武器，谁能活命全看他的心情。柳灿硕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这家伙明明在天上飞，身上却感觉不到一点魔力波动，这根本不符合常理。旁边的尚雅一眼就认出了那身装备，那是10年前掠夺者计划的产物，一套专门为普通人设计的动力装甲，只要穿上它，就算没有天赋也能拥有恐怖的战力。这原本是军方的秘密原型机，因为材料太稀缺，早就停产了。可谁能想到，这种战略级的武器竟然会落到一个黑帮头目手里。看着眼前的敌人，尚雅突然有些犹豫。以前他们狩猎的都是怪物，可现在他们必须对人类下手了。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真到了这一刻，他发现自己还是很难跨过那道坎。柳灿硕看出了他的动摇，低声问他是不是第一次和人战斗，如果下不去手，就直接退到后面去。尚雅反问他：“难道你以前杀过人吗？”柳灿硕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冷冷地看着前方。在他眼里，既然对方是奔着要命来的，那和那些怪物就没什么区别。尚雅率先打破了僵局，他动作极快，一脚就把眼前的敌人踹飞出去。既然已经决定开战，他就没打算再留活口。他头也不回地对柳灿硕说：“如果你觉得自己能行，那就尽管动手，只要是后别被那该死的罪恶感折磨的活不下去就行。”柳灿硕听完，脸上没有任何波澜，他表现得比任何人都要冷静。在他看来，这种所谓的负罪感顶多也就维持个几天或者1个月，反正迟早都会消失的无影无踪。耳边全是惨叫和武器的碰撞声，到处都是飞溅的鲜血。柳灿硕置身于这片混乱的中心，这根本不是什么战斗，而是人性彻底失控的疯狂。这种压抑到窒息的氛围，正要把所有人都拖进无底的深渊。看着眼前这一切，柳灿硕只觉得反胃，但最让他感到恶心的是，像他这种烂人，居然觉得这里像家一样自在。这种与生俱来的冷血，让他在这片地狱里显得比怪物还要危险。虽然技术占优，但对方的人数实在太多了。柳灿硕很清楚，想要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直接干掉对方的老大。尼古拉显然已经等候多时，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最近名声大噪的韩国新人。柳灿硕冷笑一声，看来自己的名气传得还挺快。话音刚落，对方沉重的攻击已经砸到了面前。这家伙不仅力量惊人，速度也快得离谱，看来这次是真的踢到硬铁板了。这家伙的铠甲硬得离谱，连个划痕都留不下，确实是个难搞的对手。换做以前，想赢他几乎不可能，但那是去对马岛之前的事了。现在的柳灿硕早就不是当初那个水平，这一记反击直接把对方的节奏打乱。尼古拉彻底被激怒了，嘴里骂骂咧咧地，准备使出最后的杀招。他全身的能量瞬间爆发，叫嚣着要在这里送柳灿硕上路。真正的胜负就在接下来的这一击了。嘴上说着要送人上路，可这家伙手底下的动作明显是在故意收着劲。他在顾虑什么？难道是怕弄坏这里的护盾发生器？如果不是李世恩刚才挡了一下，这列火车恐怕早就被炸碎了。柳灿硕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对方似乎早就知道这次任务的成员名单，从那个穿军装的俄国人到掐准时间出现的封印师，疑点实在太多了，这背后肯定藏着更大的阴谋。尼古拉还没反应过来，就发现眼前的局面彻底变了。他看着柳灿硕身上爆发的能量，整个人都愣住了。管他什么阴谋诡计，柳灿硕现在只想速战速决，哪怕烧掉武器的全部耐久度，也要在这一招之内彻底结束战斗。尼古拉还在破口大骂，以为眼前的年轻人只是个无名小卒，可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怪物。柳灿硕的身影快到模糊，蓝色的光芒瞬间将对方淹没，整整16次连击，最后一记重炮直接正面轰击。这套连招打的对方毫无还手之力，原本坚不可摧的重型铠甲竟然在这一刻出现了裂痕。尼古拉这下彻底慌了，他心里很清楚，再打下去命都要丢在这，必须得想办法拖延时间。就在柳灿硕准备下死手时，这家伙突然大喊起来，拿李世恩的封印当筹码，想要以此来保住自己的狗命，求饶说只要肯停手，他愿意提供任何帮助。可惜他找错了谈判的对象，柳灿硕根本没打算给他继续活下去的机会。蓝色的能量瞬间炸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指挥官直接被轰成了碎片，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来。柳灿硕冷冷地看着残骸，对他来说，这种人的帮助一文不值。剩下的杂兵全都看傻了，谁也没想到自家的指挥官就这么没了。看着一步步逼近的柳灿硕，这群人已经彻底陷入了绝望。柳灿硕心里很清楚，这种程度的麻烦，李世恩一个人就能搞定。随着封印被强行冲破，这场闹剧终于画上了句号。雪地里横七竖八躺满了敌人，那辆被劫持的火车也总算恢复了平静。李世恩扛着那把夸张的大剑，笑眯眯地走了过来，直夸柳灿硕这次的表现简直比他预想的还要出色。面对这种直白的赞赏，柳灿硕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他接过对方递来的糖果，心思却已经飘到了别处。刚才那个封印师的手段绝对不是普通路数，难道那家伙真的是传说中谭军的后裔？李世恩还在遗憾，让那个狡猾的封印师给溜了。可一转头的功夫，旁边的柳灿硕就搞出了大动静。
他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那颗珍贵的战利品剥开了，看这架势，是打算直接把他当糖给吃了。周围的同伴当场集体破防，这可是别人拼命想收集的宝贝，他居然问大家不吃，难道留着玩过家家吗？李世恩在一旁满脸无奈，这种暴殄天物的行为，估计全天下也就他干得出来。就在大家还在纠结那颗糖时，柳灿硕的注意力已经被远处的动静吸引了过去。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忙着回收地上的重甲残骸，这反常的举动让他心里升起了一丝不安。看着那些残骸，柳灿硕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尼古拉刚才用的那些特殊装备，竟然全都是军方管控的违禁品。想要大摇大摆地穿上这身行头，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背后有个能遮天的庞大势力，要么就是军方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想到这，他下意识看向了身边的士兵，既然装备能流出去，那这列火车上的军方人员真的还值得信任吗？还没等他理清头绪，列车已经穿过了风雪，一座宏伟的宫殿群出现在眼前。那个死里逃生的封印师李和宇，此时正虚弱地扶着墙，为了维持那个封印，他几乎透支了所有的法力。就在他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那个戴着面具的男人出现了。面对队长的亲自迎接，李和宇羞愧地低下了头，为自己的任务失败而道歉。但这位队长并没有发火，反而表现得异常大度。他说，走路看远方的人，偶尔被绊倒也是难免的，没必要因为一次挫折就垂头丧气。安抚完下属后，队长独自走进了电梯，直到四下无人，他才终于露出了真实的情绪。接连2个得力干将都栽了跟头，这让他的心情糟糕透顶。看来这次遇到的对手比他预想的要难对付得多。电梯里的队长越想越气，他还在为之前的失手耿耿于怀。要是当时能看穿柳灿硕的招数，在那一刻他就能当场把那个麻烦彻底解决。电梯门一开，他直接来到了徐君宇博士的实验室。这位博士正躲在屏幕后面，吃得满脸油光，显然被这不速之客吓得不轻。队长没心思跟他废话，直接问起了那个秘密计划的进度。徐博士一边飞快地敲着键盘，一边盘算着这背后的天价经费。只要钱给够，再难的技术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但他还是忍不住感叹，要是能把那个护盾生成器弄到手，事情可就简单多了。队长冷冷地丢下一句话：钱不是问题，他只要结果，而且动作必须要快。队长的声音在暗处响起，听起来冷冰冰的。他说不用焦急，毕竟横跨西伯利亚的旅程路还长着呢。谁能想到这趟列车才刚出发，我们就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5死10伤，1/3的战力直接报废。李世恩坐在位置上，听着这些让人头大的数字，他没有犹豫，立刻要求联系波兰当地的军阀，不管对方是什么来头，现在必须让他们老实配合。但事情真的会这么顺利吗？那些盘踞在华沙的狠角色恐怕没那么好说话。李世恩心里很清楚，这帮人根本没得选，想要未来的支援，现在就要乖乖听话。但在波兰的 Esprit 工会负责人罗伯特正大发雷霆，他觉得这简直是种侮辱。区区一个韩国猎人，凭什么对他指手画脚？旁边的随从赶紧提醒他，别忘了对方是谁，那可是独自清理过5个顶级禁区的狠角色，圈子里都叫他糖果小姐。这种级别的怪物，如果真的动起手来，后果谁也担不起。可当他推开大门，整个人都傻了。工会里的精锐居然全聚在这，带头的红发女当场表态，要是敢拒绝李世恩，他宁可赔钱也要立马走人。罗伯特还在那骂骂咧咧，觉得李世恩不过是个臭打工的，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罗伯特还没反应过来，大家就开始轮番补刀。有人说没他的基金会就当不了猎人，有人说没他救命，亲妈就没法手术。在这些人心里，李世恩根本不是普通猎人，而是他们的救命恩人。这下局面彻底失控了。随从在旁边低声提醒，要是这帮人今天全辞职了，咱们这工会明天就要彻底玩完。罗伯特这下彻底没脾气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李世恩的手竟然能伸得这么远，连他手下这帮人都被收买了。而在另一边的列车上，李世恩正看着窗外发愁，伤员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距离华沙还有整整5天的路程，现在最怕的就是再出什么岔子。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车厢里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广播里传来惊恐的喊声，有怪物盯上列车了，一大群史莱姆正疯狂扑过来，这趟本就艰难的旅程恐怕又要见血了。广播里的警告声快要炸了，一级怪物史莱姆正死死咬着列车，车厢里乱成一团，所有猎人都被要求立刻上车顶迎战。柳灿硕还没搞清楚状况，李世恩脸色沉重地解释，这玩意儿是来自1级核心的怪物，按理说它应该在600公里外的布拉茨克。上牙也觉得这事儿太离谱，离得这么远，怪物怎么可能盯上这辆列车？李世恩握紧了手里的扩建，唯一的解释就是侵蚀区域在短时间内疯狂扩张了，现在的局面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糟糕。柳灿硕看着远处的怪物，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李世恩在一旁低声警告，这玩意的体温跟液氮没区别，只要稍微碰一下，手里的武器就会当场冻成碎片。更绝望的还在后面，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无数魔法剑雨刷的射向怪物，本以为能把对方砸成筛子，结果渐渐刚碰到怪物的皮就全被弹开了。李世恩语气冰冷，这群怪物里混着有魔抗的个体，魔法攻击对他们根本没用。柳灿说这下听明白了，普通箭射不穿，魔法剑又被免疫，这根本就是一场没法还手的单方面屠杀。李世恩看着眼前的局面，低声说了句彻底没戏了，周围的猎人也全都被吓破了胆，谁都没想到这怪物的防御竟然这么无解。就在所有人准备等死的时候，柳灿硕突然走上前，随手管旁边的猎人借了一把弓。那猎人
还想教他怎么聚气，怎么调整射击角度。柳灿硕嫌太麻烦，干脆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既然这怪物魔法免疫，那就直接把他的魔抗给烧了。紫色火焰瞬间缠绕住剑士，柳灿硕猛地拉开长弓，这一剑下去，管你什么免疫不免疫，全都要化成灰。紫色火焰唰的一下烧了过去，原本坚不可摧的防御网竟然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旁边的猎人都看傻了，这怪物的魔法免疫竟然被强行拆掉了。柳灿硕收起长弓，语气平淡的像是在散步。他告诉旁边的猎人，等这股黑火稍微熄灭一点，你们就可以上去收割了。李世恩站在后面，半天没说出话来。他终于意识到，柳灿硕的能力根本不是普通的火，而是能把所有无形的东西全部抹除干净。这个男人到底什么来头？简直就是一个无解的谜团。既然怪物的防御已经没了，接下来的战斗就是单方面的清算了。猎人们刚觉得能松口气，以为这波稳赢了，结果谁也没想到，竟然还有一只漏网之鱼，正全速朝起火车撞过去。这怪物猛地跳到半空，像座冰山一样砸了下来，猎人们全乱了套。这要是被砸中，整列火车的人都得没命。李世恩死死盯着头顶，他心里很清楚，这玩意不仅个头大的离谱，温度更是低得吓人，自己的刀还没等砍上去，恐怕就要先崩成碎片。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柳灿硕终于按住了刀柄。面对这种能把人瞬间冻成冰棍，还能把火车压扁的怪物，他打算用那一招来彻底终结这场噩梦了。李世恩看着眼前的怪物，原本觉得想赢简直是做梦，但现在他发现答案其实简单的离谱。管他有多强的力量，只要把他直接打成渣子，一切就都结束了。随着一道蓝光炸裂开来，那座冰山瞬间崩塌。这根本不是什么苦战，而是一场单方面的拆解。虽然这一幕只持续了几秒钟，但那种压倒性的冲击力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看呆了。直到冰冷的液体淋了一头，大家才猛地回过神来。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个叫柳灿硕的男人已经彻底改变了战局的走向。刚刚解决掉那种级别的怪物，柳灿硕却像刚散完步一样，随口说了句可乐味的。他转过头，语气轻松的让人不敢相信。他说比起别的，自己更喜欢可乐味的糖果。在李世恩的指挥下，这辆列车总算穿过了西伯利亚，一路杀到了波兰。为了安顿伤员和发救济粮，列车要在华沙停靠3天。虽然已经有军阀答应合作，但剩下的那些地头蛇还是一个比一个难搞。李世恩倒是没打算放弃，既然来了，就必须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可当柳灿硕走下列车，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愣住了。不是说波兰是日子过得不错的地方吗？怎么现在这里简直像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车站里满地都是死人，别说活物了，连一丁点绿色的植物都看不见。这地方的人为了活命，估计把能吃的能烧的都耗光了。可让柳灿硕更心寒的是，李世恩和那些猎人们竟然对这种地狱景象见怪不怪。就在他发愣的时候，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走了过来，开口就是地道的韩语。这人自称是马祖卡派系的准尉，专门来接他去落脚点。看着大家被分开带走，柳灿硕心里很清楚，对方这哪是招待，分明是想摸清他的底细。约瑟夫准尉一上车就开始挖墙脚，他直截了当的劝柳灿硕留在波兰，还说虽然这里的房子和路破了点，但能给柳灿硕在韩国绝对拿不到的权利。看着车窗外满地的尸体，再看看车里晃动的红酒杯，柳灿硕只觉得这所谓的权利简直讽刺到了极点。这人越说越离谱，甚至暗示只要柳灿硕肯入伙，不管是女人还是杀人取乐，在这里都没人敢管。听着这些令人作呕的条件，柳灿硕拳头都硬了，真想直接给这家伙一巴掌。可等他被带进所谓的贵宾房，心里那点火气全变成了无语。就这破地方，顶多算个廉价的小旅馆吧。这地方虽然有独立的卫浴，但桌上摆着的竟然全是韩国产的即食泡面，这待遇确实有点寒碜。就在柳灿硕无语的时候，素贞突然推门走了进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这女人竟然直接进浴室洗起了澡。她说自己那边的浴室是大澡堂子，水里还全是铁锈，所以想借用一下他的私人空间，顺便还能拉近一下两人的关系。听着浴室里传来的水声，柳灿硕倒是表现得很淡定，他心里压根没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他反倒问了对方一个关键问题：既然波兰现在乱成这样，为什么这里的吃喝物资全是从韩国运过来的？素贞在浴室里说出了真相，这全是韩国政府搞的霸王条款，现在全世界的稀土、燃料和粮食都得先紧着韩国人挑，等韩国人吃饱喝足了，剩下的残羹剩饭才会倒手卖给其他国家。虽然听着离谱，但没一个国家敢说个不字，因为在这个怪物横行的时代，没有猎人的保护，谁也没法种的或者开矿，而猎人的签证审批权就死死攥在韩国政府手里。为了活命，这些国家只能接受各种不平等条约，所以波兰人拿到的救援物资全是些过了好几年的陈粮烂货。柳灿硕看着桌上的泡面，心里一阵发寒，原来这个世界的秩序早就已经彻底崩坏了。素贞洗完澡走出来，随口说出了一个更恶心的真相：火车上运的根本不是什么土豆，而是所谓的65号混合粉。说白了，这就是把剩下的厨余垃圾经过高温烘干后再磨成粉末，听着都让人反胃。柳灿硕实在听不下去了，既然韩国有能力提供更好的食物，为什么要给波兰人吃这种垃圾？素贞冷笑着反问：如果送的是真正值钱的好东西，你觉得最后会进谁的嘴里？一旦救援物资里出现了真粮食，那些军阀和地头蛇会立刻疯抢，好东西会被他们吃干抹净，或者直接卖，调换成杀人的武器。在这个崩坏的世道，只有把食物做得像垃圾一样，那些真正快饿死的人才有机会捡到一口活命的饭。柳灿硕看着手里的伤痕，终于明白了
李世恩当初的意思，他以前确实太天真了。这个世界远比异界还要烂得透彻。更让人心寒的是，竟然还有组织在背后操纵一切，故意让这种灾难永远持续下去，好让他们能一直稳坐钓鱼台。柳灿硕一把捏碎了手中的泡面，他已经想清楚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了。他突然靠近素贞，语气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冷酷。他问：“那些不听话的地头蛇里，离这最近的在哪？”素贞愣了一下，缓缓吐出一个地名：德国汉堡。德国军阀组织凯撒的首领丹尼尔。刘易斯还没反应过来，柳灿硕就已经杀到了他的地盘。手下慌慌张张地跑来汇报，说那个叫柳灿硕的韩国人疯了，非要问清楚为什么不配合火车的运行。丹尼尔气得大喊住手，还威胁说要向猎人协会告状，但他显然低估了柳灿硕这次出手的决心。柳灿硕根本没打算废话，当着这位大佬的面，直接一拳放倒了旁边的守卫。丹尼尔这下彻底炸毛了，指着柳灿硕的鼻子破口大骂，问他是不是真的活腻了。柳灿硕冷冷地看着他，语气平静得让人害怕。他说：“如果你真想杀我，最好现在就使出全力，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一丁点活命的机会。”